山了。目标1：天道院，神都最好的学院。能开门入楼者，获得比试资格。哎，快看那家伙！没洗髓也想进我天道院，白痴！哎，慢着！嗨，这人不仅没洗髓，连最基础的神识都没有。晚辈陈长生尚未开始修行，所以才想入院。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？这可是排名第1的天道院，不是入了院才修行，而是只有天才才能入院。哎，这人还不听劝。哎，那就赌他会被吹飞多远。哎呀，是不敢了吗？是阵盘由感应石和景风阵组成，感应石吸收阵源，阵纹传导阵源，锁性锁住阵源。如果阵源强度不足以顶开锁性，就会激发景风阵。能同时满足这些功能，应当是柳州奇门的出风盘。我记得解法是。角3，康熙。第6，放肆。心就说他有毛病，没修行纯瞎按要能打开，我脑袋给他当球踢。回应，击脚。师兄，说好了，女人踢球可就靠你了。这样也行？他居然没有境界也能开门，是用了什么歪门邪道？有趣，竟敢坏规矩，找打！唐36，你干嘛？又翘课？老曹，你干嘛欺负一个没有境界的人？好意思？你，老曹啊，脾气别这么暴。怎么了？院长，此子不知从何处知道破我机关的方法，作弊当罚呀！告示上说能开门入楼即可，并未规定何种方法。没错。什么告示？那就是糊弄白。反正这黑石盘就是为了抢凡俗境界而在。你连洗髓境都没有，就不能入我天道院大门。卡凡俗境界，既如此，何不光明正大？弄个假告示，只会惹人失望。而且，依据天道院院规第17章第4律第8条备注下，入院招生的试卷是唯一的标准，而非是否洗髓。11年前青律司也曾经有过判例。胡扯！老夫在天道院执教数10年，从未听过此条院规。确有此条院规，你这小家伙懂得倒是不少。进去吧。多谢前辈，也谢谢你。刚才，嗨，没事儿，先去考试吧。那他也可以参加比试吧？哦，一起来吧。真放得进去了？就是啊，这小子有点本事啊！天道院门槛变低了。
我天道院比试大中第一难，没有神识，又能通读多少书卷？目标2，天道院比试第1。天道院春闱试考题共计36卷，完成卷数越多，得分越高。每卷答题限时1刻，错时没收，当场淘汰。3个时辰内总积分前30者录取。奇怪，这些试题虽然种类繁多，但竟都包含在3000道藏之中。师父从不教我和师兄修行，只教我们通读古书。迟早真的会有这天。51刻到，52刻到，53刻到。天道36卷自从创立以来，从未有人解答出全卷。太厉害了！居然1个半时辰就答完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你好聪明啊！上一次能以普通人进天道院的是那个传奇王之策，他也会成为传奇吗？曹教育，哎呦，这不是神将府的双儿吗？我家夫人托我带给您的。徐夫人。出了！谢谢你，我入围了。你是叫萧逸尘？我叫陈长生。陈长生。老师，我想查卷。为什么？榜上没有我的名字。谁关心你的名字？又为什么要有你的名字？因为他答对了所有的考题。莫要多管闲事。哎，巧了，本少爷的爱好就是多管闲事。为何他会落榜？这与你无关，我不能讲。总之，你不能加入天道院，麻烦。没理你就跑是吧？我丢你个老邓！唐36，你目无尊长，你多谢兄台相助，天道院不收我，我就去考其他学院。无故落榜，你不生气？生气伤身，不划算。而且这样的天道院，我也不喜欢。果然是个有趣的家伙。我也不喜欢天道院，虽然我是里边的学生。我叫唐36，尔东辰，陈长生。哎，你学问不小，名字倒是挺普通的。我觉得意头很好。倒是你的名字，难道在家中排行36？是青云榜排行36，我觉得很丢人，所以改名，以此自勉。青云榜，你不知道？就是那给整个大周年轻一代排的榜单，排位越高，就越有机会拿大朝市首榜首名。双头鱼阴寒，这耳根色长，梅菜扣肉油重，还有这道飞雀黄金汤。秋冬温补，但现在是春天，喝了容易上火。
快尝尝。哦，这些都是我从附近的酒楼点的招牌菜。他一番盛情，可别扫人性。肥而不腻，贼好吃。你看上去不像神都人。我是第一次来神都，之前一直跟随师傅在西宁读书学艺。西宁，大周的最西边，可真够远的。你父母呢？我无父无母，是师傅师兄把我抚养长大的。师傅说，那天是云木山最冷的一天。那天的空气很冷，那天的水也很冷。看愚人师兄的手很暖。最勇敢的人，能教出师兄的师傅，自然是世上最厉害的人。救下我之后，师傅看我身体不好，给我取名陈长生，想讨个好意头。师傅便也从不教修行，只教我和师兄3000道藏。于是，我读了好多好多的书，阅尽了3000道藏。有天，西宁桃花开时，白鹤送来了一封婚书，说是因为我师父救了他祖父。我很好奇，他是一个怎样的人。小道士，等你长大了来神都找我，这里好吃好玩的可多了。我带你去吃炖牛骨，逛天书陵，看奈何桥。那是我第一次想去看看山外的世界，可后来，那是我第一次发病。师兄说，满院飘香。无人可治，无药可医，治不了的病就是命。那我就去改命。
800年来，只有3个人改命成功过，他们都很了不起。好事，我想试试。那就去神都吧，成为大朝氏第一，就能见到改命之法。师兄相信你，加油！等你归来。原来如此，陈长生，佩服！往后在神都，我就是你兄弟。哎，不过你一山里来的新人，这天道院为什么要针对你呢？难道跟你刚刚说的那个婚约有关？是哪家的小姐？他的家应该就在神都，他叫徐有容。徐有容，你认识他？徐有容，10岁觉醒真凤血脉，被誉为大陆第1天才，10任青云榜首，未来的圣女。你的婚约竟然是他，没弄错吧？在我记忆中，她只是个爱吃爱玩、喜欢写信向我需要的小姑娘。原来已经这么优秀了。哦，难怪天道院不敢收你，一定是神将府的人知道你来神都了。神将府乃神都大户，若是被人传开徐有容跟你这穷乡僻壤的小子有婚约，那他们家的脸面和大业可保不住喽。尤其是你那位岳父徐世进，以严固铁血而闻名，可不是好相处的家伙。我本就无意用婚书约束徐姑娘，可千万别给她添麻烦。应该先去退婚书的。站住！交出婚书，滚出神都，否则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晚辈本就想退还婚书，可否容晚辈亲手交给徐姑娘？给我就行了。我想亲手交给她，再当面对她致谢。若不是她的书信，你是想我儿从圣女峰回来，再把此事闹得人尽皆知，以此傍上我神将府？真是个卑鄙小人！晚辈绝无此意。护主独角兽，伤心暴虐。道藏中记载，谢姑娘应该是在我心暴怒更凶。只会些无耻手段。你小子连境界都没有，不会真想跟我交手吧？秋雨破阵道已经施展，道境就同时出现在四方，避无可避。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晚辈只是想亲手交还，心头道谢。3000道藏包罗万象，世间万物一定自有破解之法。
那柄短剑，那把剑鞘，还有那股气势，这小子浑身都是古怪，此子不能留。徐世界的星域闹这么大，糟了！我家女儿有真凤血脉，世间独一无二，所以我就该死吗？每个人在世界里都是独一无二。我本就想退换归书，但现在我能破你刀剑，就能破你星域。徐大人的刀还是那么快，差点我就没赶上你。墨雨姑娘，徐某只是处理一点家事，倒是莫姑娘，你为何插手？徐大人的家事，墨雨自然不会管。我只是来传教宗大人神谕的。神都教宗有旨，宣西宁学子陈长生留神都入国教学院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只是一介乡野村妇。徐大人，这等小事，您不会想抗旨吧？你真能破他星域？破他的！师父师兄，又是新的一天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去看新一天的朝阳。方才多谢相助。你会活着，也不会有人再阻你前程。但你要记清楚，不能告诉别人婚约的事情。说来，本官也很好奇，教宗大人为何会把你流放进那座深渊？怪不得徐世纪连个屁都不放就走了，原来是崩到这儿了。这教宗大人想什么呢？这哪里是入学啊，分明是入狱。我大周以教立国，国教学院应当是天下学院之首，怎会如此破败？亏你满腹经纶，居然不知道这事儿。我读的3000道藏里并未有记载。简单来说，20年前，国教学院院长商行周不满天海家圣后统治，举院造反。国教学院敢为社稷，恭请娘娘即刻退位，还正统于天下。这惹恼了那个通天的教宗。商，你越界了。四周，不光商行州，整个国教学院连人带楼都放烟花了。
听起来还有隐情。你就少管了。重要的是，教宗为何要把你送到他亲手毁掉的国教学院？他明知天海家还联合其他5人，对国教学院进行了大清理，这岂不是把你往火坑里推？讲了这么多，你还要留在这不祥之地吗？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这里很像我在西宁读书时的旧庙，安静、自然。我喜欢这里。师父说，只有参加大朝试，才有机会获得改命之法。以国教学院身份去参加，是我唯一的选择。可你连修行都没有。我是没有修行，不是不会修行。啊？参加大朝试的可是全大陆的天才，莫非你是能快速冲进的先天修行圣体？快让我看看你的经脉。前所未见，前所未见呐！没想到啊，你的经脉这么稀碎。大朝试只剩3个月，现在修行还来得及吗？师父也说过，我的身体与常人不同，但他还说过，文道有先后，未必不能后发而先至。3个月后的大朝试，我要夺得首榜首名。一间院，与1颗心。这么破烂的地方，居然有一座完好的书阁，甚好。修行就从打开这座书阁开始。哎，书机处的机关锁，这可不好打开，需要钥匙。钥匙啊？什么钥匙啊？哪家学院的？国教学院。国教学院。哪来的野小子，胆敢侵杀本官！来人，查出去他20戒棍，教着他什么叫尊师重道。是教宗大人推举我入院的。教宗，还愣着干嘛？快点吹他呀！小哥，这力道可以吗？不舒服就说啊。这是推荐信，您过目。哎呦，您都是教宗大人推荐的了，我哪敢不信呢？看看推荐信啊，纯属走个流程。真货呀！一进屋我就看你气度不凡呐，有什么需要尽管说，包在小人身上。我来拿藏书阁钥匙。哎，光拿钥匙怎么够？您有印章、晶片都给您打包好了。连学院印章都给我。国教学院只有您一人，按照院规，您就是院长。这些书与我读过的3000道藏不同，而且竟都保存完整。曾经的国教学院该是多么辉煌美好！吾辈读书，再修明德。好，说得好！书阁内禁止喧哗，哪个班子？如果能重新看到那些画面，也不错。小陈院长，这等粗活，小陈院长完全可以吩咐我的来做吧。我挺喜欢打扫的。巧了，我们也爱打扫，也爱打扫。您是教宗大人钦点之人，想必天资惊人，可有做照镜啊？不曾做账。
若是徐随上系，也是能入青云榜的小天才了。也不曾洗髓，那不就是还没开始修行啊？正准备开始。啊！16岁还未修行，梅丽莎大人，这位小陈院长，属下实在是带不动啊！不急。哎呀，哎呦，莫慌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慢来。哎呦，再慢下去可就坑死我了！哎呀，这教宗大人到底在想什么？您可得为我指条明路啊！你既然吞了，那就好好消化了呗。什么？我能吐出来吧？好花不怕晚，天赠你一段香，陪我看看星空吧。今晚兴许会有些不一样呢。3月19日，春分，修行的第1天。比起西宁的花茶，神都的也不错。修行境界自下而上，分为习髓、坐障、通幽、聚心、从圣、神隐。而修行的第1步是点亮命星，需以身世进入星海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星。身世越强大，占据的命星就越有潜力。而读书最能温养神识，师父让我只读书不修行，就是为了今日。我以10年光阴3000道藏。聚神凝石，这就是星海。亲眼所见，比道藏上描述的还要美。接下来就是找到属于我的命星。哦，这么大阵仗的命星，我还是第1次见。在国教学院，我是小陈院长吧？那颗星星有熟悉的感觉，是师弟吗？他的命星很强大，也很遥远。想要成功，必须跨过星海间的那道生死门。星海里居然有一堵墙，道藏中从未提过。可是我的星星在指引我过去。
好香啊！小姐，灭星这么厉害，神识一定很强大，说不定他能治好我的病。小姐，您先下来吧，高处危险，您别摔着了。要是带这些家伙过去，肯定把人吓一跳。不好了，小姐不见了！我去找小姐，你们赶紧上报。没想到我只是来隔壁吧，这回可没那么容易被金树找到了。是他。殿下，我真是等了你好久。公主殿下，我终于等到你孤身一人了。自从殿下跨过红河，我就一直在夜色中度10年。头生双脚，你是魔族？如果妖族公主死在人族都城，人妖二族的联盟必将瓦解，届时就是我族北下之日。别挣扎了，这烟罗空间出自魔君的武器，即使是巨星境强者也破解不了。像什么大炮？反系统排名17的落雨鞭，就凭你那浴血的经脉，杀你不过10息之内的事。强行催动真元，还是太勉强了。您带的法宝可真多，不过我还活着，那您就死吧！可恶！如果我能用真气就好了。天心应付，荣山风雨剑剑诀，真元随意，平万玄间，风与你。斗trận魁柳，这是方位。小叔唐位，怎么可能？按照情报，他的经脉不可能用出剑诀，更不可能识破我的方位。是谁？给我出来！是他。我的身法乃是魔族不传之秘，究竟是什么人？咱会知道。脚踩星位变化，共计3106种。我以前不知道这就是夜时部，但我都背过。好，的确了不起。但黑袍大人有无上智慧，早就计算了一切可能。黑袍是那位身份最神秘的人族叛徒，魔族的首席军师。今夜你们都得给我陪葬！不造为祭，神魂为引。天机无声，天罗天灭。我军的法器，一招落下，十死无生，必须阻止他。魔军法器烟罗，曾位列排行榜第3，现在却是19。因为曾被一位绝世强者烟主所坏过。所以这题很好解，只需我不够劲，制造一条裂缝。逃兵当车。
在神都。御前神将薛醒川，却不能落在他手里。伤了我家小姐，还想一死了之？我要你后悔来到这世上！我自会将此人押入州狱最底层，剥皮抽骨，严刑审讯，不劳诸位操心。 3日之内给我结果，否则今夜之事，你一个御前神将可担不起。金将军，薛某记下了。面对御前神将也不落下风，有这位金将军在，他应该安全。公子请留步，您救下我家小姐。 请受金某一拜。魔族在前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这玉蝶可在任意钱庄兑换黄金10000两。不必了，晚辈还要读书修行，告辞。有趣的小家伙，你可知你错过了多大的机缘？中巴直东巴东山，江水开辟流其间，白帝高为3峡镇。 瞿塘险过返牢关，我的小洛洛背得可真好啊！娘，我长大以后要继承爹爹的白帝城和800里红河。好志气。陛下，洛恒殿下的经脉混合了人族与妖族特性，恐怕终身只能止步于巨星境初期。我可以给你3年时间胡闹，3年之后。 若不能突破巨星境，便与下一任继承人成亲。洛洛，不要去和亲，我一定能成为最厉害的白帝。殿下，您还有伤在身，他没事吧？您是说隔壁那个少年？他应该没事。他能解决我的经脉问题，就能帮我改变命运。快，我要去见他。他叫洛洛，他很大方。昨晚这么一闹，不但错过了吸收星辉洗髓的时间，还没睡好。好在今天总算清醒，得快些把昨天的进度赶回来。快点，快点！我没吃饭吗？那个谁，往那边也清一下。是。 什么情况？你好，请问？谢谢你昨夜救了我。不客气，你能专程来表达谢意就够了，请回吧。这箱中书籍都是孤本，世间少有，药草无不受天下修行者趋之若鹜。 至于这些夜明珠，才是南海龙族的旧物，修行夜读时用，明亮的很。骊山剑宗总诀，这是天下第一剑宗的不传之秘，你从哪儿抄录的？先生，这本是真迹，骊山剑阁里的那本才是抄录的。这些是拜师礼，我要拜您为师，跟随您修行。拜师？为什么？我的经脉有问题，便是天道院和占星学院的教授都解决不了。 但是先生能解决，那只是凑巧。那就切磋一下。洗苍黄，仙人走河谷，转内关。洗苍黄，先生，我就说您可以的。先生，你就收了
你先放手。不放，我一放手，先生就跑掉了。快到辰时3刻了。辰时3刻怎么了？需在辰时3刻前吃早饭，否则有伤脾胃。总之，你先放手，先放手。先生教的第一课，是在辰时3刻前吃早饭。先生！奇怪，按理说我引来的星辉会在体内积蓄，如同水滴汇聚池塘，但我体内怎么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感觉不到。果子，你去哪儿？果子？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你太香了，我梦见在吃长生果。啊，先生，别再跟着我了，我没资格叫你，也没时间叫你。我要读书、修行，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。先生，你为什么这么着急？我要参加大考试，而且我一定要拿手榜首名。啊？你不觉得这个目标很可笑吗？至少有些吃惊。为什么？先生参加大潮试，当然要拿手榜首名呀。总之，我们不是一路人，回去吧。以后不要再来。稀客呀，我猜你在国教学院待不了多久，但没想到这么快。听了半天，我还是不明白，国教学院乃是反叛天海圣后的不祥之地，难得有人拜师求学，干嘛不收你？你又不吃亏。拜师收徒，自知体大，况且他的身份不简单，
哎，搞了半天，原来你是个胆小鬼。你敢逆天改命，敢忤逆徐世纪，敢进国教学院与世为敌，却害怕收个小姑娘当学生。我的时间不多了，说不能改命，活不了多久，希望你一定能长命百岁。我认你这个朋友，是因为你活得顺心意，叫我羡慕。莫要封闭自己，拒人千里。更重要的是，何不听听那姑娘的心意？先生这么久没回来，看来是真的生气。他诚心的，就是不到。殿下确定要走吗？先生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不想让他为难。可他是您唯一的希望，就算用绑的，属下也要。我可是白帝之女，这点气度还是有的。走吧。而我却一再回避，是我太自以为是了。先生，你是准备要离开？待会儿就走了。我记得先生爱吃透花瓷，就让人做了些，打算留在书阁门口。你的经脉，先生施过针，已经好些了。按照周律，国教学院空室将满20年，是该注销了。但恰好这最后几天，恰好多了一个学生，所以一间废了就该彻底消失。本官倒要看看哪个没长眼的东西，胆敢重启阿萨恶臭之地。陈院长，好久不见呐！请问有何贵干？大朝是在即，照往年的规矩，宫里会设下青藤宴，款待各家学院。但这家废院没有资格。为何？按周律，入宴需要有2名学子，而这破院1个学子都没有，只有你这么个废物，凭何参加？除了你，整个大陆又有谁愿意入这废院？又有谁敢入这废院？我愿意。先生您瞧，现在我们是一路人啦。你犹豫什么呀？你又不吃亏。对啊，弄了很大个呢，绝对不会让先生吃亏。我可能教不了什么，甚至你还会承受很多羞辱和打压。先生，我不怕，没人敢羞辱我。好，你说收人就收人。先生，请稍等。洛恒想向先生求教授业，特来致见。长生才情，请姑娘侮辱。那便是西宁，那里有我的老师。
现在我们有2个了。2个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这是要自讨苦吃。曹某定要让世人知道，这间废院只配当坟场。他讲话好难听啊！先生您都不生气？没时间生气。对了，大人，你不怕吗？我们2个要面对天海家和5大学院。洛洛不怕。好，那青藤宴只是开始，我们一起把国教学院的名字留在大朝氏榜首。好耶！我们要成为大陆最强的师徒。哼！正如公子所料，小人只是略施激将法，那陈长生就迫不及待要去青藤宴了。很好，如此一来，就能正大光明的弄死他。起义头头！陈长生，你的脖子够硬了。今夜青藤宴果真热闹非凡呐！哇，青藤宴果真热闹，都快赶上红河的部族大集了。冲啊！又突破了！大周朝最尊重传统，自然会隆重些。只有青藤学院联盟才有资格入内。你是哪家学院的？我们是国教学院的。国教学院？难道是那间废院？听说近日招了一个没有修行的废物，就是你。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这儿可没你们的位置。我大周朝以教立国，太祖皇帝尊国教学院为青藤6院之首，诸位却言之不堪，意与何为？就凭你也敢狂言6院之首，找打！打起来了！打起来了！走不了了！大师兄，青藤宴乃学子交流的场所，阁下为何无故伤人？这位师兄面部充血，口舌生疮，是为肝火郁结之症，我为其施针降火罢了。你可感觉气血顺畅了些？是舒服些了。故弄玄虚，师妹，你为何会和这穷小子在一起？你是？哼，我是庄鹤宇，院长讲课时，我坐你隔壁。师妹若想参加青藤宴，尽管来天道院。幻宇公子可是我们天道院第一天才。我是国教学院的弟子，当然和先生在一起。先生，师妹定是受他蒙骗，师兄为你做主。不要再纠缠我的学生。青藤宴是为大朝氏举办的御宴，我等明院擂台切磋学术交流之所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师妹，他没资格带你进去，别误了前程。你毛秋雨院长到。按照传统，国教学院确有资格参宴。见过院长。大家都落座吧。糕点都没有吗？哼，居然给先生安排这么小气的桌椅。无妨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先看看再说。好，我听先生的。陈长生那小子敢重启国教学院，是在打娘娘和您的脸呢。听说有个乡下来的泥腿子，没有修行的废物，
重启了国教学院，那可是我姑奶奶天海圣后废掉的院子，这么干，是在打我天海家的脸呢！你就是陈长生，上来，我要打死你！跪下求我，兴许我会给你留个全尸。青藤宴是6大学院交流的场所，关你天海家什么事？整个神都都是我们天海家说了算，青藤宴算个鸟毛！他是什么人呀？敢冒失天海家？难道因为他是圣后的侄孙，就没人敢管吗？原来大州长已腐朽至此。你快安静点。怎么，青藤宴不能笑吗？什么那么好笑？说出来，让我也乐乐。我还以为青藤宴是青藤六院最重视的传统，没想到有人闹事，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啊！如果说我现在要打死你，你还笑得出来吗？不可！赶快磕头认错！他可是天海家的人，你可别连累了我们。就是。我进摘星学院，是因为摘星学院风骨最硬，你们怕他，我可不怕。兄台请留步，方才多谢了。但他的确是圣后的侄孙，这一去会给你惹麻烦的。我来自红河大山，山民从不怕麻烦，也从不向小人低头。我也来自山野，两个山里来的泥腿子，信不信我把你们山都烧了？放心，他是坐照镜，我也是坐照镜。你没有境界，我上去会会他，我有信心能赢。这个是他呀，天海家，先不就完了？摘星学院，轩辕破，赐教。我最喜欢硬骨头了，越硬我打碎的时候就越爽。找死！大块头，小心！不过是个坐照出镜的废物，妄图和我斗。仔细一指，竟能引出飓风之势。先生，这大块头要吃亏了呀！不会，天海芽儿看似攻势迅猛，并且不虚谋，而且大块头还没有用尽全力，也许他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。妖族，飘化躯体，力量倍增，这是妖族独有的战技。先生真厉害，原来早就看清了局势，不愧是恒河的子民。境界相同，妖族还有妖化的优势。妖族好啊，生命力强，怎么起来才得劲？有古怪。你使不上劲了，这是毒，是他居然用毒！他这种黑手都没人管吗？这阵毒以真元为引，腐蚀经脉窍穴，组织不死也会残废。今日头朝！毒素正在蔓延至全身，必须立刻制毒。阵型合果，虚指，在心中点。还好及时止住了，只是这
这毒要完全解掉，还需要一些时间。本少的阵毒无人能解，你一个乡下泥腿子也想救他，真是自取其辱。先生说可解，就一定可解。哟，小姑娘倒是长得挺漂亮，不如我先来弄你，再去杀他，再回来继续弄你，如何？中山风雨阵第3式，阳脉聚气，真元摆放，一天浪。恶心的东西，搞不出来你个臭鬼！怎么可能？第4式，气海轮转，真元玄仙，劈雨连。第5式，幽府通玄，真元内转，劲风雷。你太弱。公子，三世打败了青云榜排行30的天海牙。他究竟是什么人？这怎么没听说过？公子，你哪儿伤着了？滚开！不过是2个贱民，蝼蚁，竟敢伤我！陈长生，我决定了，我要把这个贱婢做成人质花瓶，再弄死你，最后再去废了那个唐36。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但那又怎样？我是圣后的子孙，弄死你们就跟踩死地上的蚂蚁一样。你说出了2件事：第一，我不是没有修行；第二，你想废我朋友和弟子。不管你是谁，我都要废你。陈长生，你竟敢毁了他的气海！来人，将这2个忤逆之人给我抓起来！都退下！青藤学院、闲杂人等不得放肆！你为一己私欲，不惜挑唆利用天海牙儿，这等低劣手段，你以为娘娘看不清吗？我只是在为娘娘分忧啊！愚蠢！圣后娘娘慧眼如炬，若没她允许，国教学院岂能重开？此事谁来负责？你该清楚。神都的夜可是很容易死人的。那一夜，青藤宴不欢而散。虽然国教学院重归青藤6院，能参加大朝试，但没有人开心，仿佛做错的是我们。在深夜的武馆，真的无人在意吗？师姐，大块头，我知道他们不是故意的，只是我得罪了天海家，怕我连累学院。那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是乡亲们凑的路费，我才有机会来神都求学。就算去扫地洗碗，我也得把钱凑上，再回去。你千辛万苦来神都，难道是为了扫地洗碗？
如果没有地方可去，就跟我们回国教学院吧，一样能参加大潮市。虽然我们只有一件废园，但也许你会喜欢的。那里和山野一样自由。成为了国教学院的第3个学生。入院可有什么规矩？先生说的话就是规矩。没有院长或者老师？先生就是院长，先生就是老师，先生也是学生，3位一体，所以先生就是国教学院。那我跟他学习。我教你，先生是我师傅，也就是你的师祖。听说你把天海牙儿给废了，干得漂亮，值得服一大白。几日不见，人年兴旺，又收学生了。这位是我朋友，汶水唐将，唐36师爷。你好，你可以叫我洛洛。在下轩辕破。话说，青藤宴上怎么没见你？嗨，那群老登关了我一晚上，不然哪轮得到你出手？一个坏消息，明夜七夕，未央宫大办庆典，骊山剑宗会来向神将府提亲，你的未婚妻徐有容要嫁人了。中土大陆，人妖魔3族共存，其中魔族最强，视众生为食物与奴仆。从太祖皇帝到太东皇帝，数次北伐，才将魔族击退到北方苦寒之地。但要将其彻底消灭，需要大周朝与南方诸国联合一心。然而，大周有天海圣后，南国有剑神苏黎，2位绝世强者，谁都不肯低头，断绝了这份可能。直至今日，这个契机终于出现了。大周神将之女徐有容觉醒真凤血脉，而南国剑神大弟子秋山君觉醒了真龙血脉。世人都说，这真龙与真凤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若2人结成连理，便能推动南北河流。哎呀，只是这样一来，你的未婚妻就要嫁给别人了。我本就活不长，能否改命还尚未可知。你无意用魂术约束徐姑娘，若能兵不血刃完成南北河流，固然很好，这是万众期待、举世欢庆的好事，一切都顺理成章，理所当然。可不知为何，我还是想去看看。七夕夜，七夕，南国那边真是选了个好日子呀！毕竟是关乎南北河流的大事，
各家都赶着来贺喜，想亲眼见证一下，整得还挺热闹。平时不出血的老狐狸们都来露脸了。陈留王到，连陈氏皇族都来了。王爷，身后特派皇储陈留王来做证婚人，你可千万别给我们天道院闪糊。徐某有失远迎。我大周真凤与南方真龙秋山君喜结连理，象征南北合流。今夜过后，便要称将军一声徐国柱了。小女的婚事能为我人族谋利，是我徐家的荣幸。大主教到！大主教，老夫出门前算过一卦，今夜的确是个好日子。好，整个大陆有头有脸的都齐活了。陈长生，你到底来不来？南国求亲使团到！快看，南国使团！那就是南国的骊山剑宗吗？据说骊山剑宗有7个弟子天赋绝伦，并称神国7律啊！今夜光是7律就来了4个。秋山君来了没有？我怎么没有看到秋山君啊？果然是不同凡响，真是大开眼界啊！那4位就是骊山剑宗的弟子吧？青云榜前10便被他们占据6席，我大周也只有徐有容才可以跟他们一较高下了。贫道小松公携骊山弟子见过徐神将，久仰小松公长老大名，徐某3生有幸，请里面落座。秋山君还在北境作战，尚未南归。他也是为我们人族而战。难怪陈长生刚进城，这老东西就急着整他，原来是想赚南北合流这份大义。不愧是先生，穿国教学院的院服也很好看。嘿嘿，果然是大陆最重要的提亲，真是热闹。平国公主有要事，请您相商，可否一步？他能有什么要事？我不去，我还要陪先生。既是要事，那便去吧。那我去就回。快点！南北合流关乎人族未来，你若是足够聪明，今夜就不该出现。莫大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，但我警告过你，不许让任何人知道你的婚约。我本就无意用婚术束缚徐姑娘，我只是……你想什么不重要，比起大义，你太渺小了。什么？让我来就是为了叙旧？如果这就是你说的要事，恕我现在不能奉陪。你们想对先生不利，可我记得你从小就喜欢秋山君。我毕竟是公主，总要为大周朝做些事情。果然，我是打不过你，但在这里伤了我，你白家承担得起吗？如果我在这里出事，你也担不起吧？你疯了！若非徐有容写信作保，本官现在就能杀了你。今夜不能有变数，10项点就待在这儿，莫要再来搅和。这是阵法。恭喜徐师伯。殿下，我敬您几位，敬我们的河流大宴。恭喜恭喜啊！来，敬您一杯。为什么每个人都在防着我？大周提亲要过红叶3里天地3问2道仪式，在离
一笔钱赶到未央宫，我要做的事就未必来不及。拜师、梅树、寒潭，莫非是同宫大阵？书店员后论，正本类朝和南柯记中有过相关记载。太祖逆天朝时，将一代帝王生生囚死于同宫之中，时任教宗以此为名，创下同宫大阵。找到了，太宗陛下治国时曾提出过改良此阵。执行者是24圣贤中的王之策，我要找的逆天改命之法也与他有关。从圣境之下无法破阵，但500年前有位大主教应太宗皇帝之要破解过此阵，并留下了一句点评。真是怀念呐！当年有故人邀我破阵，我在阵眼处种下一棵梅树，如今也该开花了。罢了，你走吧。不过你现在去也无济于事，那陈长生恐怕已经赶不上这场宴席了。无论你们做了什么局，先生都会破给你们看。走着瞧。他说：“双目成林，点星为灯，风生水起，可见生门。”梅树就是阵眼，也是提示。以夜空中的星辰为点位，就能推断出生路。但木为始，梅树是木，木生大伟，行者心秀，心秀出火，火生后土，再至斗秀，待见双目，即可入生门。会合失败，没算水面行为，水面等同镜像。原来如此，那就再来一遍。斗秀点睛，直到现在，点亮魁秀。再来。急秀出风，风生水起，一步成双。只差最后一步，就逆转乾坤。有了。双目成灵，生门在此。哦，有趣的小家伙，居然也破了王之策的阵法。只不过因为那次的变故，让王之策做了一些改动。曾经的生门，现在却是死门。我应该走出同宫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么多金子，难道是国库？本殿邀请在座诸位共同见证，订婚仪式现在开始。提亲为始，在下小松公代表南国骊山剑宗特来提亲，欲替剑宗弟子秋山君求娶大周神将府贵女徐有容。鸿雁为礼。聘礼传书鸿雁一只，珍宝无数，诚心可见。男女双方缔约为书，黄印为证，天命为媒。一
大武人族南北河流，北伐魔族攻破玄老城指日可待呀！是啊，恭请天地3问。天地3问后便算礼成了。陈长生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再不来，可就真的来不及了。3000道藏记载，龙为死者。看来师傅说的没错，我的命果然不好。龙族以黄金巨龙为尊，此剑以黄金龙须所炼。莫非是同族间的位阶压制？这是王之子的双生锁龙阵，这头龙莫非是被他关押在此？射出龙巢连通神都地脉，那里就是出口，只是太高了些。山，我只会龙语的发音，但不知道意思。3000道藏的最后一卷，师傅没教全。前辈，我们都是被困之人。既然您不打算吃我，可否助我脱困？作为交换，我一定会回来，帮您做成一件事。虽然我的修为不高，但我能破解知策先生的童工来这里，也许有我力所能及之事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前辈。3礼已毕，只剩天地3问。是王公，我出来了。不知惊扰了哪位夫人？晚辈还有要事，抱歉。真是个好孩子，不姓陈就更好了。哼，这个洛洛，为了个陈长生，居然以命相逼。请殿下发问。姻缘已定，首问亲朋。秋山君欲与徐有容结为夫妻，可有人反对？欧阳公在哪个方向？再问天地，可有人反对？三问世人，可有人反对？好，赐黄印。我反对。我反对。我反对。居然有人反对！他是谁啊？他有什么资格反对？找死吗？
哪里来的混账东西，敢在宫内喧哗！来人，把此人给我押出去！我不管你们是谁，有何来历，本将要捉拿侵犯，谁敢阻拦？侵犯？哪里有侵犯？这小家伙是我国教学院的院长，即便迟到，也不能算是侵犯吧？可他出言反对这门婚事。既然有问世人这一环，自然也要允许有人反对呀。殿下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先前在殿外，我听见殿下说秋山君欲与徐有容结为夫妻，可有人反对。徐姑娘不在，这是一场利益联姻，我觉得她会不喜欢，所以我说我反对。你凭什么反对？此乃我骊山剑宗与神将府之事，与你何干？我与徐有容有婚约。啊？她是我的未婚妻，自然不能嫁给别人。荒唐！我从未听过有容师之有婚约，哪里来的无耻之徒，竟敢辱我骊山！谁信了？你说跟师姐有婚约，你用什么证明？我有婚书为凭。这是教宗大人的印信。啊，这婚书是真的！东域神教府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混账东西！既然婚书是真，说明某人想要瞒天过海，把女儿卖个好价钱。不愧是神将，打仗厉害，做买卖也厉害。师兄，都说婚姻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我们占了前4个字，你手里拿着婚书，占了后4个字。但这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徐师妹想嫁给谁。哼，世人皆知徐师妹与我大师兄秋山君青梅竹马，情比金坚。就算你的婚书是真，我师妹就要嫁给你。你若真的在意徐师妹，难道不该尊重她的想法？白鹤吗？是有容的白鹤。师妹让圣兽白鹤来接秋山师兄的婚约，足以说明一切。好久不见。感谢诸位关心有容的婚事，但提亲之事，我并不知情，所以我不喜欢。父亲母亲，秋山师兄很好，我敬重他，但我不想嫁给他，因为我已经有婚约了。我的未婚夫叫陈长生。青梅竹马，情比金坚。
我看是自作多情吧。放肆！徐有容是天凤圣女，秋山君是真龙将士，南北河流何等大事，为了抵抗魔族，个人做些牺牲又算什么？就是南北河流乃人族大义，别因是圣女的责任。这个废物想把圣女占为己有，真是自私自利。人类原来真的很无耻，你们要脸吗？不必和这些人做口舌之争。啊，不，骂人方面咱不能输。可这方面我确实不擅长。你想学？我教你。放肆！放你妈的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胆敢否决教宗大人公正的婚约，是瞧不起我大周吗？你还抵抗魔族？你们小宋家压根儿没上过前线，挑拨南北关系，从中获益，倒是比谁都勤。你这个小东西，你个老东西！满嘴大义，实为人间，厚颜无耻，老不要脸！三个小东西，竟敢出言不逊！今日我就替你家长辈教训你！不可！遇到不要脸的，当然要狠狠的打他的脸。知玉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金玉，大妖将之首，他不是在白帝城侍奉妖帝吗？今天真是死了。公主会吧？如果金玉律在这儿，那个小姑娘……先生，我可不是故意要隐瞒身份的。接下来交给我。我姓白，白帝的白。家母，大西州长公主殿下。家父，白行业。家师，陈长生。要论大义，诸位别忘了，当年太宗陛下北伐魔族，大获全胜，是我妖族与人族并肩作战，180万儿郎血洒北境。人族妖族生死同袍，万世同盟，共治天下。大义，本殿下就是大义。你们用大义威胁我家先生，真是可笑。请问，我家先生哪里比不上秋山君？为了南北河流，所以徐有容必须嫁给秋山君。就因为所谓大义，便要一个女子嫁给她不想嫁的人，便让我家师娘嫁给别人。我真的怀疑。你们是不是魔族的奸细？你们，先生，我们走吧。堂堂，干什么？现在回来给前辈们道歉，还来得及。道歉？没劲。天道院没劲，你也没劲。所以，我决定离开天道院。若退学，便参加不了大朝事。哼，那时人们无法理解国教学院的少年少女们为何如此荒唐不羁，把这场本该改变历史的盛宴变成了一场闹剧。国教学院的学生也有直接参加大朝事的资格。好啊，再算我一个。好哎，我们有4个人啦！我等在来的路上，就听闻国教学院复开，想一睹风采，可惜错过了青藤宴第1夜。所幸，今日恰好是青藤宴第3夜，骊山剑宗请国教学院赐教。冠冕堂皇，不就是想找回场子吗？是的，作为弟子，我必须维护师门；作为师弟，我要带师兄展现态度，请赐教。怎么比？听说你未能洗髓成功，
没有真元，那么我想文士武斗是很好的选择。双方各出2人，一人指挥，一人比武，可好？不可。传闻这家伙通读3000道藏，和他比，不是找死吗？我觉得很有趣，那我们即刻开始。师长有其事，弟子服气了。我是新来的，让我表现一下。神国7律都位列青云榜前列，就连最弱的7间也排11。理论上咱们毫无胜算，你可有对策？待会儿听我指挥。哟，这就开始当老师了。得，我信你。孩子们，点到为止，一局定胜负，去吧。唐家秘宝问水剑，对着骊山剑宗1000年历史的铁齿法剑，真是令人期待呀！积水剑，嵩山云起。好强！山谷森严，荡心亭，星宫横昼，海气沉，怒华灵武，窗影灯，荡金屋，东林七星剑第3式。好轻巧的一剑，我未曾见过。是东林郡清江派的剑法，一个很小的乡野门派，道藏上没有。横江剑第3式。竟有这种解法，只是这2剑的真元运用应该连不上。我自幼身体不好，学过医术，略懂经脉。原来是融会了剑术和脉术，佩服。当年周督府与太宗陛下一战，也不过如此了。院长何出此言？论修为，他们当然还比不上，但能将不同流派的剑法融合得如此精妙，这2个少年才多大，真是了不起。西出13归，我不会这招啊！无妨，用我灵收。横山剑，西洋挂，婉云收西洋挂之后便是，小心一传风。这是问水剑最强的3剑，消耗极大，只要守住就赢了。不对，不能守，快以远山剑突围。退，再退，余盼挽歌。好机会！期间不可冒进，向上3分，挂剑长林，挂剑长林，开宗剑的起手式，这有什么用？陈长生，你啊！我输了。哭什么？又不是我赢了你，是国教学院赢了。国教学院胜。师兄，对不起，都怪我擅作主张。没关系，大潮市赢回来便是。一场游戏并不能代表实力，敢不敢与我们真打实斗？3局2胜。怎么，堂堂骊山剑宗输不起？殿下不过是青云榜第9，我可是第4，4和9，天壤之别。哦，坐招上京。那是关飞白自创的飞白剑法。你不担心吗？那可是神国7律的第4律。
若只看排名，青藤宴何必举行？大潮师又有什么意义？什么？短短数日，殿下也已坐诏上前。中山风一剑，蓝雨入怀。什么？小主怎能参透人族功法？冲击！这，没想到，韩师兄已是通幽境。我也没想到，洛洛殿下在你的教导下，不但进步神速，更能突破血脉难关。陈长生，这院长之名，你的确当得起。听唐36说，你通途道藏，是个很了不起的人。我唯一会的便是苦读，读书就是我的修行。刚好，我也喜欢读书。我也会参加大潮试，在那里，我们再分胜负。他已通幽，却未以境界压人，是个君子。想什么呢？今夜大胜而归，岂不快哉？是啊，先生，咱们可要好好庆祝一下。这次打起来了！谁敢辱我国教学院？人呢？你们这群小辈，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？罔顾大义，荒唐放肆！后来，唐36他说，真正的少年，看着春风不喜，看着秋风不悲，看着冬雪不叹，看着夏蝉不烦，看着喜欢的才喜，看着厌憎的便烦，看着不公平的便叹，看到夕阳下的壮烈背影，才会悲。喜欢就是真喜欢，不喜欢就是真不喜欢，所以他们不在乎。先生，这么开心的日子，许个愿吧。哎，我知道，院长的心愿是登顶大潮试。我改主意了，我想，我们一起登顶大潮试。好。长生，都是你，害我变成这样，我要你死！今天先拿你开刀，明天老子要活刮了国教学院那群杂碎！哥，你不是在北方战场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杨二，从小我就告诉过你，天海之名不容外人欺辱。一个白落恒就能让你束手无策，你的废物就待在此地，烂掉吧。众将听令，即刻铲平国教学院。陈长生。非走不可吗？这是最妥当的安排。院长，我刚听卖花灯的神婆说，李公一清早把洛洛殿下给接走了。虽然有些不舍，但洛洛为我暴露身份，李公应该是担心他的安危，保护起来了。一个笨熊，一个天真，依我看，多半是天海家的阴招。有洛洛在，他们不好动手。若是把这尊大神请走，就能肆无忌惮的来报复了。
快让开！人家凤文是天海家的幽雪君。是冲着国教学院去的。院外兵马喧嚣，来者不善。哦，那正好可以解解闷儿。最好是能打一些。可以推倒院门，可以用石头砸院门，为什么要烧马？大周军纪第67条，杀军马者处重刑，流放边疆。大周的军纪，许我天海家何干？天海家少主，雍雪军统领，传闻他曾一人斩了100名魔族将士，是大周军里年轻一辈最有风头的人，也是天海雅儿的亲哥哥。找场子来了！今日我便要让你们知道，失去白鹿恒的庇护，你们就和这死马一样，都是贱命。我们要让世人知道，从此大周再也没有国教。哪来的大傻子？废话真多。本雄，下次砸准点儿。喜欢烧什么？西洋挂，让你们烧个够！小心，这大傻子是通幽境。叶震，挑杀他们！对人破军阵，3面军阵，阵源相连，如雪崩压顶。轩辕破左路用旱地突岩，36右路挽云兽。我比较喜欢一起打爆。不错，都学会揽活了，尝尝我问水的特产吧！挽云兽。叶师傅，虽然还没有阵源，但基本步伐应该足够应付这些骑兵了。能够击溃雍雪军的战阵，难怪雅儿会栽在你们手里。挺好，这样就更有趣了。我去，这又是什么阵法？是来给我们降火的吗？让你们这群没出过门的土包子开开眼，见识一下真正的战场是什么样的。我去，他的阵源很强，不能硬拼。他就是用这个阵法捉杀了那些魔族吗？我不介意多加上你们几个，让你们见识下8尺风雪真正的样子。东这个支援不要钱的吗？不单是这些兵弹，还能让我们中途越来越慢，拖下去必输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连真元都没有的废物，还敢披胡撼树，找死！那你可想好了？我可不想你死在我的剑下，这是唯一破局的方法，信我。你那蹩脚的魔族步伐，不可能在8尺风雪里永远苟活。给你一个了断吧！就是现在，轩辕，好，横三飞渡。这是我最后的真元了，打爆他！他竟然想点燃自己，破风雪，稍有差池都会烧死，真是个疯子。但又有什么用呢？
输了。赢了！我们赢了！真有你的！这是什么剑？竟能接住火势，破我8尺风雪？只可惜，少爷，清理垃圾这种事，何须您出马？去，让全天下记得罪天海家的人，都得死。好个巨行境的老狗！任你再天才，神将也弹指可灭。以老欺小，700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垃圾啊！沸点。金玉律，你不是应该在离宫吗？托你们的福，洛洛殿下在离宫有教宗大人保护，自然安全，所以才有机会叫我回来看看。读书最重要的是清静，听说你们缺个门房。缺，价钱随您开。与天海家作对的后果，你担得起吗？这一巴掌打得真痛快，好厉害啊！沸点位列第6神将，竟避不开他随手一掌。白帝陛下也同意把洛恒殿下交给教宗大人管教，不再庇护国教学院。你身为臣民，难道想违抗白帝的旨意？老夫几百年前就辞官不干了。白帝与我何干？我现在只听殿下的命令。大人不打脸，因玉律欺人太甚。这就是巨星境才有的能力，星域。50年前，在北方战场上，你便羞我辱我，卧薪尝胆苦练多年，今日便把新仇旧恨一并了结。不必理会，不过是小辈玩闹，那帮老朽却偏要搅动风云，真是不识体面。哇，神将之间的战斗原来是这样的，幸好不是天天有，不然这神都可就……看好了，星域是这样用的，雷音千羽。我苦修50年的星域，你的腰身难道是？太帅了！您当门房太屈才了，还请留下来给我们当老师吧。神将老师，我想学刚刚那招。前辈，难道还能一直守在国教学院？有何不可？那就赌上天海家的荣耀。来人，调遣御林军，我今天要跟国教学院不死不休。陈留王道。王兄，我娘娘在看着呢，小辈间的闹剧闹过了头，可就不妥了。回去吧。哼，今年的大潮事，敢再会一会吗？好啊，我们会再赢你一次。
长，小陈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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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，您可伤到哪儿了呀？光天化日踹我国教大门，诛杀我家院长，还想一足了之吗？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，你这小吏休要乱嚼舌。都是孩子们间的打闹，犯不着小题大做。见过陈留王，此事与您无关。小事，糊弄谁呢？您带着雍雪军气势汹汹来马踏学院，闹得满城皆知。现如今打输了，就想开溜，真是有失体面。哎，您别走啊！按照周律，这疗伤费和修理费总得算算吧。您可是天海家年轻代第一人，不会赖账吧？好，好，好，不就撞烂了你一扇破门吗？给你修便是。对，你们也就只打破了一扇门。哎，不对呀，你来的时候不是说要踏平国教学院的吗？那门是战马撞的，你们什么都没做到，就让这门敞着，挺好。妙，确实妙啊！这门敞开一天，便能让神都百姓多看一天某些人的嚣张跋扈。走。哎呀，到底是国教学院呐，颇有国教风骨啊！哟！不必感谢我，往后有事情就通知我。生命是世上最重要的东西，不该被如此践踏。太宗陛下设立马政司与幕监，用以推行马政，百姓耗费多少心血，才能养出这样一匹战马？天海家以皇族自居久矣，他们连百姓的生死都不在乎，岂会在乎一匹马？如果不喜欢这样的世界，那我们就去改变它；如果不喜欢这样的世界，那就不喜欢。好，我出钱，我出力。看着他们，让我回想起昔日这里朝气蓬勃的景象。又是一个野花盛开的时代呀！请师父被处罚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娘娘让我看着他们，别胡闹得太过分，我怎的就睡着了？你要干什么？穿衣上床很不卫生，我要打扫，麻烦让让。你嫌我脏？要不是这一屋子奇怪的香味引人犯困，谁会躺在这里？你不是犯困，你是有病。你才有病！看不出来，你还挺在意外表。房里放着这么大的铜镜，铜镜可以正衣冠，可以正心意。给，忧思难眠，肺火盗汗，阴阳不调，这些症状可有。一米熬粥混3七后切，可安神助眠，减少盗汗。拿去吧。我的身体状况还用不着你来管。宫里已经驳回了洛洛参加大朝试的请求，他在离宫不会出来了。洛洛可是我的学生，看来要去一趟离宫了。这些人好像都没什么善意。
苏师兄。见过苏师兄。苏师兄向来最讨厌沽名钓誉这种，姓陈的要有好果子吃喽。折返吧，今日你们进不了离宫。我是来见我的学生，不是来与人争勇斗狠的。区区洗髓境就敢以国教学院院长自称，狂妄！比起这个，更让我失望的是，你连青云榜都没入，榜上无名，却冠院长之名，真是有辱国教。装什么呀你？上榜很重要吗？闭嘴！国教学院乃我国教正统，我将其视为偶像。既是正统，岂能让无能者来玷污亵渎？洛洛殿下所在的青叶世界，恰好我奉师命管理入口。若想去找他，除非你能打败我。好不要脸！你个做赵景也好意思挑战洗髓境？请指教。哦，你倒有几分胆色。这场比试我也不用真元辨识，看招！这家伙的剑法有古怪，他在以剑单柄，用剑痕勾连出离宫剑阵。以坐照之姿画出如此完美的离宫剑阵，不愧是苏师兄。身法不错，但我已用阵法困住了你。陈长生，你可以打道回府，好好自我反省吧。陈长生，你在干什么？快撤出阵法范围！没用的，离宫剑阵是当今教宗所创，成型后就不可能逃脱。烟华录记载，离宫剑阵有13重变化，惊灭红球，但他未有真元，又过于苛求工整，反倒暴露破绽。所以这道题其实很好解。杀！手是天上。剑事已成，你输了。当真如此吗？最后一击！什么？是你输了啊！以坐照镜用出离宫剑阵，你很厉害，但为了追求工整，强行增加了多余结构，反而有了破绽。以我的一剑，若将此阵改成这样，会更完美有效。他不但看出了我的破绽，还在战斗中优化了我的阵法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改良后的阵法更具有简洁工整的美感，真是妙啊！苏某愿赌服输，诸位，请。陈长生确有院长之子，教宗大人，您的眼光实在独到。接下来怎么做？就在前方，青叶世界可是教宗手中五叶花所画的小世界，入口自然非寻常途径。你不会玩我们吧？三位请放心踏入。镜花水月，无心去来，水池便是入口。
想不到一片小叶竟承载了这么广阔的世界。走吧，去找洛洛。他居然连镇教之宝都送给了这个孩子，看来他真的很看重他。初入神都就被丢进废院，进来又有天海家打压，加上童宫那条小龙，我们给的压力是不是大了些？心疼了？他可是一颗好苗子。还不够，既是那个人的弟子，这些磨难便都是必须的。殿下，饭菜凉了，我给您换一份吧。不想吃，放那儿吧。好烦，先生不在，怎么都专心不起来呢？哎，都说了不吃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轩辕过，唐36，先生没来。先生，洛洛，你们来啦！学生白洛恒见过先生。看你好像又有进进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我呀，这里典籍宝贝又多，饭菜也可口，过得可好了呢。可你好像一口都没吃啊！敬爱的华殿，不许乱跟别人尊敬的先生，你还好吗？我在青叶世界，这里很大，风景也很漂亮，但好像没有了你们，世界越大就越孤单。还给我！一封信，你至于吗？我不是恶意的，我只是有点想你们。我们来接你参加大朝市，你想去吗？岂止是想去，路都找好了。跟我来，这边是捷径。先生，快来呀！快走，那边的教室不敢拦我，只要不是主教大人。主教大人，我是来接洛洛参加大朝市的，国教学院需要他。放心，离宫不会限制殿下的自由。大朝市当日，我亲自送殿下过去，如何？多谢主教大人通融。你可知你缘何会在此地呀？既然离宫，并未为难洛洛，难道你想见的人其实是我？不错，你很聪明。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有趣的考验。什么考验？已经为你准备好了。走出这里，你便知晓。这么多人，这是准备再打一架？国教学院的人来了，他们来凑什么热闹？哎，问水家的二世子也不掂掂你那破院的分量。怎么想动手？青云换榜，这帮家伙跑来看榜，不嫌丢人吗？两个青云榜都没上的废物，想在这撒野，你们还不够格。大陆强者无数，但天才总自少年时。我天机阁为诸国20岁以下强者设立排行榜，以利后学。诸君自当砥砺不懈，榜上扬名。听击老人，按照惯例，现在并非放榜时间，莫非这是主教大人的安排？师兄近来修为精进，肯定是你冲榜了。简单简单，
快看，苏师兄排名33，稳压唐36啊！应该是这次进步最快的吧。初学子步步高升，可喜可贺。不过接下来的事将与国教学院有关，在此公布新上榜者：国教学院轩辕破。不可能！啊，他放弃了我们占星学院，怎么可能嘛？排名148。啊！是我，先生，我进全员榜了，哎我进全员榜了。下面公布快速晋升者，国教学院堂堂。说你呢，堂堂，恭喜！最终晋升名次，青云1之6。天才，我只能用天才来形容。本期新晋榜眼，居然有人能把天才折袖比下去。国教学院白洛恒，升榜至青云第2。洛洛，天才也太强了！轩辕破，堂堂白洛恒，德育良师，一朝平步青云，未来亦可期待。他们才入国教学院多久啊，就变得这么厉害？那教导他们的陈长生岂不是？我也想要拜师。谢家，良师，多亏院长治好了我的伤。主教大人说为我准备了考验，莫非与此次青云榜换榜有关？诸位，今日还有一位期许入榜者，此子欲与诸天才争锋大朝市，目标首榜首名。他就是国教学院陈长生。要灭了你的威风！不知道天高地厚，首榜首名只会是我们南国的。这陈长生胆子真不小。陈长生，大朝市上期待你的表现。洗手间影响他首榜首名，真是嚣张！你是在羞辱我等吗？在羞辱我等啊！此言一出，我在大朝市上将成为众矢之的。这就是主教大人所说的考验。青藤燕只是前菜，大朝市才是正题。你能走到哪一步，陈长生？哎呀，这大朝市还未开始，小陈院长和国教学院就成为众矢之的，这会不会压力太大呀？只有八方云集，万众瞩目，才能帮助他尽快成长起来。还是感应不到体内的星辉，难道因为我的经脉异于常人？倘若没有吸收，这些星光又流去了哪里？唯一能弄清楚的办法，只有坐照自观。可若跳过稀碎，强行坐照，很可能不坐照找不到星辉，坐照可能会自焚而亡。
真是道德。灯火，是洛洛吗？是那位寒潭边的贵人。晚辈以为是故人回来，多有唐突，还请前辈恕罪。难道他和师兄一样是聋哑人？难怪上回花盆落下，他没反应。谢谢。日柱雪崖，师兄也常喝。茶香让心意也平静了。要赢大朝时，必须做招才有机会。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别无选择。既知风险，就先去把未尽之事做完。请问，前辈可知如何找到那口寒潭？你不怕死？我不想死，但承诺是很重要的事。各位看官，甲辰年大朝市押宝开始啦！3时必得榜首，天道院最强，仁波齐队必胜！天海圣雪加油，教训那帮南方佬！各选手实力不同，赔率不同。若想以小博大，可以试试冷门国教学院陈长生，可是发誓要得首榜首名。去，他也配？区洗水竟还是得第一，真是个笑话。对，谁买他们，谁就是大傻子。有意思，小爷我就爱压冷门，只要你们玩得起。压陈长生，岂不是白送钱吗？这人疯了吧？小声点，他可是渭水唐家的小少。怎么样？听我的没错吧？给我把陈长生和国教学院刷到榜1。陈长生，小爷我今天可威风了，你是没瞧见那场面？哎，先生出门赴约去了，你能不能别瞎嚷嚷？赴约？他在这城里还有我不认识的熟人。兵，在神都这样的大城很常见。我本以为很难找到线索，没想到一提到兵，所有人都会告诉我同一个地方。神都最大的兵市，西市胡同北新桥，那里的一口古井，入口居然就在光天化日之下。果然没来错。前辈，是我。按龙族的年龄，应该叫龙大爷。晚辈陈长生，前来赴约。啊！前辈，不要动怒，是我哪里冒犯了吗？去！龙是这样叫的吗？看在你守约的份上，刚才的冒犯，本尊就不计较了。原来是个小姑娘。也对，龙族寿命悠长，是我先入为主了。之前多谢前辈相助，有什么我能做的，请说。喏，上次我助你脱困，这次轮到你助我脱困啦。这些符箓用的是龙语，要破此阵，首先得明白这些龙语的意思。这个简单，我教你龙语，你帮我破阵。施策先生的阵法我没有把握，但一定竭尽所能。前辈，我们开始吧。哎，等会儿，
在开始前，那个再帮我一个小忙。500年了，终于吃上肉了。这孩子究竟犯了什么事，能让之子先生关他这么久，还不给肉吃？对，饿饱了。来吧，破了这阵。第一步，龙语发声训练。不对，用腰腹发音。鱼起，鱼起。队长，陈长生回来了。院长刚洗完澡，换完衣裳又出去了。啊？又走？还有半个月就大潮湿了，他在外边鼓捣啥呢？就要大潮湿了，这小子天天赴约，不会是玩物丧志吧？院长每天早起晚归，急匆匆的样子，一定是要紧的事情。第二步，识破龙纹。Lock， 鱼起龙。基础阵纹全部整理完了，接下来只有实践才能知道结果了。第3步，破阵。你有几成把握？3成。 500年了，我不想再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等下去。我没有真元，只能用金针指定方位。前辈破阵。西3，东2，稳住，把他们连接在一起，逆着，然后是北4、南1，同时注入真元，分别旋转，小心抽离。 就是现在！陈长生，我们成功了！虽然只解开了一道阵纹，但方向是对的。只要继续尝试，我就能自由了。 阵法出现了新变化，前辈，野龙残害生灵，天体年幼无知，求与弟弟赎罪。唯有水淹北新桥，方可离开。我只是路过，那些人类就因为害怕攻击我，和本帝有什么错？北新桥根本不是桥，永远不会被水淹，所以他永远无法离开，这不公平。叶龙擅自解封，挡住！果然只是机关石像，说了也无用。 我来想办法。阵书，只要破坏阵书，就能让石像停下。可恶！果然没有真元还是不行。陈长生，没有真元，要赢大潮湿，必须作战。其实我从一开始就别无选择。 我可以选在这里做账。书上说，坐帐辞官会看到一个池塘，星辉融化成池水，池水
顺着小溪流往身体各处，而这是我体内的景象。我的星辉在这里吗？没有池塘，只有风雪。原来如此，我不是不能修行，我不是没有星辉，我有一整片雪原。做招，燃素，以逆星之火，闪血万里。化我真元，能在这么短时间突破作战，你真了不起。可惜我经脉断裂，撑不住真元燃烧转化。经脉有缺，星火焚身。好不容易才看见那片雪原，不能放弃。撑住，我们还要一起破阵呢。这无色的火，连龙息都压不住，怎么可能？不对，星火是由内而外燃烧，他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暴毙？心脏其实幽府，他没被烧死，是因为他有一颗通幽的心脏。无色火，通幽仙，难道他是千年难见的无垢之体？正常人是洗髓做照通幽，他是先通幽再做照。陈长生啊，陈长生，究竟你是我的机缘，还是我是你的机缘？星火焚身，无药可救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以我龙族精血为你淬炼肉身。燃烧的少年羽龙，这样都能活下来，看来这死地是你的福地。
救了我，这是真元？难道我作战成功了？谁偷袭本少爷？是从陈院长房间出来的。抱歉，我只是想试试。这股力量，难道你坐轿成功了？洛洛，哎！是诸国学子入城的钟声，是大朝市。师父，师兄，终于到这一天了。关注择天记动画，点亮命心，祝各位顺心意。南国人赢了。师父，师兄，终于到了这一天了。这个欢迎仪式不赖啊！真连青云榜都没上，就扬言首榜首名，胆子可真大呀！听说汶水唐家的独尊脑子坏了，在他身上压了重注。嚣张的家伙，竟敢昭告天下狂言第一，是在羞辱我怀院吗？陈长生，你混蛋！敢把我们南方诸国不放在眼里，找死！妈，连真元都没有，我要是一不小心一拳打死你怎么办？笨熊，谁让你吃这么多？据说大朝是要烤很久，当然得吃饱些啊。哦，有道理，不像某些人，饭没吃饱，屁倒不少。钟会，我们代表南方诸国，莫要在离宫失了礼数。约好了一战，你可不要失约。一定。哼，希望你们的骨头比嘴硬。教宗大人到！教宗大人毁灭了国教学院，却让你入院，现在又要在大朝市上考验你，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不知道，但无论他怎么想，我都必须赢。参见教宗圣福，愿星光与您永恒。自太祖陛下创立大朝市，数千年间选出了无数强者，他们的名字都被篆刻在大陆之巅、星空之下。但这些名字并非是给世人顶礼膜拜，而是勉励诸君以待超越。这便是大朝市的意义。本届大朝市将以教宗大人的青叶世界为场地，
共计3场，首场文士，成绩优良者晋级第2场神识迷宫，1个时辰内走出迷宫者晋级第3场武士，最终以3场总分决定排名。前3甲者可入天书陵参悟天书碑，首榜首名可入凌烟阁见圣贤传承。逆天改命之法就在凌烟阁中，只有赢得大潮时，你才能见到。吉时已到，大潮式开始。这就是教宗大人的小世界。据说1夜1世界，不愧是圣人手段。我是本届大潮式主持者莫九，接下来由我为大家讲解考试规则。本次文试共计36卷，完成试卷越多，得分越高。完成答卷后，你们左侧的通文兽负责审卷。各位，4时已到。这是，了不起，你通过了。他凭什么可以免考？就因为那块一等驯服，传说只有在魔族战场立下特等军功者才能得此殊荣。大潮式果然卧虎藏龙。诸位考生，文试开始。时间到，请考生停笔验卷。学识浅薄，漏洞百出，淘汰；错字连篇，淘汰；逻辑混乱，淘汰；立意浅薄，淘汰淘汰；文采飘逸，优；意境高远，优；语言平实有力，勉强算良。考生陈长生、苟寒石完成全部36卷，答无缺漏，精妙绝伦，评以极彩，并列文试榜首。很好，你晋级了，咱们才有的玩。这陈长生确有几分才情，难怪有容师侄会偏袒他。文史再好，也只是纸上功夫，接下来2场才是关键。大潮式第2场，神识迷宫，限1个时辰走出迷宫，到达武士场地洗尘楼，方可晋级。第1轮文试就淘汰了4成考生，仅剩120人。这第2场神识迷宫又会淘汰多少？迷宫地形复杂，神识越强，感知范围越大，就能越快找到出口。出口在那边。如果我没记错，这场可不是武士。要怪，就怪你自己犯了众怒。水星号，走，教训那个狂妄的家伙。在迷宫之中动武，从未有过先例，但也未说不可呀。这是他自作自受。猝火击心之下，怕是一触即焚呐。
小陈院长，我把陈家性命都押你了，你要是输了，只能去河里捞我了呀。最新消息，陈长生被考生围攻了，坏了，情况紧急！我刚刚还压了他一大单，那你可要亏惨了你！让一让啊！少爷说了，汶水唐家继续押小陈院长和国教学院赢，这一单你们还敢接吗？这也是您和教宗大人的考验吗？看来避不开，也罢，就当是测试一下新门面。只是教训一个没有洗死的废物，需要这么多人吗？你们就看好戏吧。这小子怎么可能？这是什么妖法？管他是什么，林有真元就是个废物，大家一起上！虽然练习过，但云有真元还做不到收放自如。时间紧迫，速战速决。我不是没有真元，只是方式有点特别。他居然能连续出招，强行燃烧真元。不知他用了什么妖法，但这无异于引火自焚。这是龙血之躯，千年以来第二个。您是说，陈长生用龙血洗练过身体？历史上只有星空之下第一强者周笃夫才有过这等机缘。看来这小家伙在同宫地底有一番奇遇啊！咱们这么多人都拿不下他，他还有脸参加武士？上！好快啊！陈长生呢？现在一定会来的。怎么可能？就算是完美洗髓，也撑不了这么久。燃烧了太多星辉，体温过高，身体快要到极限了。被我说中了，星火焚身。陈长生，你这叫自作自受。趁他病要他命，滚回你的废院去吧！哎呀，年纪大了，总是忘记浇水。怎么可能输给你？
一场心愿，洗旧尘。最新消息，陈长生逆袭，打败了一众考生，去向了洗尘楼。我要赢了！我要赢！这孩子真的很擅长创造奇迹呀！拥有龙血之躯的陈长生，修行资质已经不亚于秋山君。哼，时间快到了，他能不能去到洗尘楼还不好说。刚才那场雨，难道是教宗大人在帮我？你很不错，但要过了这条通天层，抵达对岸的洗尘楼才算通关。只可惜从这里过去至少要半炷香的时间，你只能到此为止了。陈长生，你倒是快点上来呀！看来陈长生来不了了。先生一定会来。还在嘴硬，青藤上可没人，只剩不到10息，难不成他会飞？有龙的白鹤。是蓉儿，白鹤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莫非是有容师侄专程让他来帮陈长生？回阳光那以后，你写信给我，说一心想到，让我不要误会。其实我也一样，只想修行改命，婚书我会还你，绝不纠缠。多谢了，前辈。时间到，本届最大黑马来自国教学院的陈长生，他以一己之力淘汰近100名考生，仅剩16名学子晋级5试。就让我们共同见证，他们中谁会成为本届大潮试的首榜首名。继神国七律4子后，第2支全员晋级的队伍。听说未央宫里，神国七律就与国教学院定下一战之约。如今看来，这两边是暗暗较上劲儿了。能出现在这儿，首先恭喜诸位，但接下来的考验是会更加残酷。16名参赛者，16扇门，每一扇门后都是一方小世界，唯有决出胜者，传送之门方可再现。推门而战，战后前行，决至最后一人，便是首榜首名。运气还是实力，尽在诸君手中。命运，这就是命运呐！哟，250对上了唐36。巧了，你再看，狗还10的对手。国教学院抽中的对手都这么强，运气也太差了。这显然与运气无关，恐怕是刻意打压。看样子，国教学院要被淘汰了。第3轮武斗正式开始。他们的态度。未央宫那一战，若无陈长生指点，你不可能赢期间。
就是赢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这次可没人帮你，你修为远不如我，若有自知之明，你就该早点认输。好大的口气！神魔七力，个个都这么猖狂。恕我直言，让你一臂，绝无战胜我的可能。真有够装的！真元燃烧的强度还远远不够，再来！他的每一招都克制我，看来狗还是指点过他。这招不赖，继续！吵死他！你能随打下吗？移山剑法，鹤影清力。你的招式都已被我看透，只需用实力硬碰硬，便能吃定。看来殿下的运气不太好啊，毕竟千百年来，从未有过坐照境能战胜通幽殿。其他人或许会顾忌你白帝之女的身份，可惜你遇到的是我，不如早些认输。你的话未免太多了。中山风雨剑，天翻地覆，不识好歹。这就是通幽剑的实力吗？离山剑法，山鬼分身。我离山剑法中的最后一式，他竟能全数参透并使出，那可不，小陈院长所教，那必是卓越非凡。呸，一个废物而已。但殿下只是坐照境，坐照同幽仅一境之别，实力之差1000万。虽然不知道你给洛洛殿下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他对你如此深信不疑，但今天我会彻底撕开你伪善的嘴脸。原来你喜欢洛洛？闭嘴！我不知你是怎么逃出迷宫的，但在我的灵光剑前，你不可能赢。这可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白剑生灵光剑阵。乃天道院庄副院长的佩剑和成名绝技吧，拿来比试，你们周人还真是舍得下血本。听诀行随，剑意随风。他竟带来了天道院的道剑，最精进大器。道宗记得曾3剑击杀完你心。这灵光剑在，就算这场通幽剑我都有几分胜算，你就别白费力气了。
此局已无悬念，教士尽早宣布获胜结果吧。这黑幕太明显，我都开始同情国教学院了。要我说，不如直接认输，至少还能体面些。连续2场针对国教学院，这模样真不好看。哎，大朝市乃天下盛事，毛院长请慎言。归根结底还是得看实力，实力不足，怨不得他人。且先再看看吧。好了，我要输了吗？这教宗大人，这没了动静，这招双凝寒露深入骨髓，一旦冰封，无人可破。看来洛洛殿下将是国教学院第1个被淘汰的。若不能突破巨星境，便让下一任继承人成亲。他一个半妖，有什么资格和能力继承妖族大道？做什么春秋大梦？我的洛洛，你一定要好好修炼，不要让爹娘失望。殿下的经脉问题势在提升，我等亦是束手无策。好不容易解决了经脉问题，真的要止步于此了吗？好想帮先生赢得大朝市。露露，哎，行了，行了，我去拿水来。先生，我怎么了？你急于尝试通幽，冲击到了上星穴。虽是贸然之举，却也有新发现。什么新发现？他们都对我很失望，只有先生不一样。你已经黔驴技穷了。晚云烧，下一招，一传风是不？晚云收后又是一传风吗？唐儿别嫌枯燥，心境2字是我唐家剑法中最为玄奥所在。心境不同，所无见识、所见风景亦是不同。若能把云水3式完全融会贯通，便能从中领悟出玄妙境。大朝市武斗随机匹配对手，7律那群人实力变态，要是遇上了，我不怕和他们打，只是怕打输了会给咱学院丢脸。虽然前行之路艰难，但我从不去想。只有专注前行，全力以赴，才有奇迹。这天下就还没什么是我堂堂干不成的事。速度不够，快来！这家伙跟疯了似的，他这是在借我打磨剑意。你的经脉兼具2副特性，交汇于上心、神庭、百会3穴，或可借此双脉并行，激发潜能，撬动通幽之门。居然能整出双凝寒露，但要赌上觉悟，稍有不慎，便会遭到反噬，跌落境界。我可是白帝之女。他的功法竟能破我冰封，怎么可能？这是
忧呢？虎子尚志，却已有镇山坐海之相，了不起！你很强，我只打不过你，但我熊族从不认输。为了院长和国教学院，尽全力15块。还在挣扎？我有道剑在手，你又能撑到几时？你仗他人之剑，我以我之心辉。飞雪燃尽。这怎么可能？国教学院有3人晋级8强，比神国7率还多。看来国教学院是真有本事。国教学院加油，给咱大周争光！群星璀璨呐！苟寒石，我们国教学院一定会登顶第1。这份意志很不错，陈长生，你让我越来越期待了。离宫的天才也不过如此，想必师兄们应该也早进前了。武斗第1轮结束，晋级8强者：慈剑寺叶小莲、摘星学院司马律、骊山剑宗苟寒石、七剑国教学院白洛恒、堂堂、陈长生。说好要以国教学院之名登顶大朝市，当然要说到做到了。大块头虽然败了，但他一定与我们同在。国教学院，加油！师兄。一起摘星学院，祸福折旧。魔族此番来势汹汹，又是一场硬战。这些讨厌鬼前赴后继的，杀不完了。没关系，有师兄在，你尽快调整体力。七剑，师兄，保护师弟是师兄的责任。贝白，风头都给你抢走了。神国7律，一个都不许少。我们
头生死，共进退。下手也太狠了吧！大朝氏自开办以来，从未见过伤得如此重的人。师兄，祸福折袖。大朝氏本该点到为止，你下手居然这么阴狠！武士第一轮结束，前8强胜出者是骊山剑宗苟寒石，期间神都五院卧夫哲秀、司马律，慈剑寺叶小莲，国教学院陈长生、白洛恒扛36。院长，师父，加油！下面让我们拭目以待，你之中谁能成为本届大朝氏首榜首名？武士第2轮开始。祸福折袖。师兄，我让你付出代价！抱歉，我很需要钱，所以我必须赢。钱是会这种东西！混蛋！什么？居然赢得这么轻松？这是谁呀？卧夫哲秀，曾在血源斩杀无数魔族，军功赫赫。据说他有疯病，发起疯来恐怖的很，所以也叫疯狂的哲秀。没人敢和他扯上关系。糟了，万一他成为院长的对手，可难办了。下次不许这么拼命了。这是武士，他俩不对战，搁这疗伤，还吃糕点，犯规！谁规定不能吃糕点？你在酸什么？你，还请考官大人判罚。本官翻看了所有规则，确实没说不能吃糕点。奇了，大朝氏开办以来头一回。洛洛殿下的糕点我也想吃。伤这么重，看来我运气不错，捡了个大便宜。什么？比起凉拌湖，你可是差远了。我认输。叶师妹，承让。武士第2轮结束的出乎意料的快呀！前4强胜出者是国教学院陈长生、唐36，骊山剑宗苟寒石，以及摘星学院的卧夫哲秀。这些人中，你修行最晚，龙血之躯只能帮你走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能否战胜这些天才，就要靠你自己了。距离首榜首名的角逐越来越近，武士第3轮开始。会是你吗？你呀，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。担心谁？36吗？你的伤很重，先管好你自己吧。国教学院的人怎么都这般固执？遮遮掩掩的招式，一点都不少看。看好了，
小爷新领悟的这一剑会帅死你！给我破！竟能破我永夜，此招确实很强。愚蠢！同辈之中，只有秋山君能胜狗寒石。这一剑很不错。我认输。其实刚才那一剑，就是我最后的真元了，帅吧？哼，你倒是个妙人。当然，反正我又打不过你。不过小爷我拼尽全力，还是可以消耗你些许真元。狗寒石，你最后的对手，一定是陈长生。外面很多人都买你书，所以呢？我很缺钱。难道你参加大朝市就是为了赚钱？是的，我有钱，很多的钱。雪霜，龙血之躯让我拥有远超同境界的速度和力量，他的妖化却能不落下风，的确有本事。又来了！奇怪，他怎么了？如果不是一口气用出龙息和坐爪压制他，就难办了。又要开始了，快逃！放他不死不休！早听闻这狼崽子发狂时便会丧失神智，真元暴增数倍，宛若杀神。上次发狂，他曾在一战之中斩杀数百魔族，陈长生必说无因。我的经脉断裂，只是燃烧真元血缘，模拟坐爪短暂获得强大真元，但连续使用会心火焚身，必须尽快找出他突然狂化的原因。看来胜负已分了。诡异心跳，过量妖环，经脉逆流，心跳。对了，先天12脉主掌心神，一者比常人多出一条隐脉，心血如潮翻涌。
潮起时便会神魂不稳，名曰失魂症。所以这不是什么功法，而是病症。发作时心如刀绞，生不如死，却能撑到现在。紧针定脉，血雨鬼功。竟然妄想克制发狂的哲秀，苟延残喘罢了。后之鬼性，鬼忍，鬼性。不对，他在做什么？是鬼门13针。鬼门13针，不是200年前就失传了吗？啊！一个毛头小子怎么可能掌握这么深奥的针法？鬼哭，鬼汤，鬼卷，鬼藏，鬼沉，鬼床，鬼息，鬼圈，一火淬制，定魂震魄，鬼风。沃夫家的小子又犯疯病了，快去拿锁链！对，小小年纪得了这怪病，造孽呀！哲秀他娘，赔偿就算了，孩子怪可怜的。看好这怪物，别让他出门害人。他的风症太过罕见，只能先用几味狠药吊着。只是这药费……娘，你放心，我能打魔族，整军功，把家里欠的债和药费都还清。没事了，放松，控制呼吸，稳定心神。你能让我恢复清醒？你经脉异常，因此无法控制力量。想必之前重伤关飞白，也非你本意。你为何帮我？你发狂时提醒我快逃，我便帮了你。钱帮我治病。陈长生居然用这种方式赢了哲秀，这怎么可能？通毒道藏，修行神速，还会绝世医术，数百年未出过这般的天才了。不愧是教宗大人看好的后辈，总能给人带来惊喜。哟，月牙熊，你也还活着呀？哼，你看上去伤的比我重。狗寒石怎么没见铜牙你？佛教学院陈长生，移山剑宗狗寒石，祝贺二位进入最后的决战！大潮市首榜首名争夺战，开始！师弟他很喜欢读书，我记得在他要下山的前一晚，他仍看书到夜半。我问他还在看什么，大潮是历代的首榜首名，如何？
他们都是天才，很厉害。你也是。可我得赢过他们。也许你的对手会是个笨蛋，只是运气好。好，那就期待我会对上一个大笨蛋。未央宫前，我们约定再比一场。如今你做到了。加油！加油！这小子竟真能进入决战。先生一定会赢。正统21年大朝市首榜首名之战开始。第一场比试有道题：家国天下，何为治道？这道题你怎么看？我认为，是宋先生在联席讲学时提过的那个思路：民为邦本，本固邦民，有功于民，是为君也。那是国教1581年编修的版本，我引用的是82年的审定版。富有之谓大业，日兴之谓盛德，生生之谓义。81版不失原意，82版意志清晰，倒真说不准谁更准确。的确难分上下，但终究得分胜负。前些日子，我已作账。多谢提醒，可我是通幽，你怎么赢？同样是通幽剑，他的阵源比天海圣剑强大太多。上次未央宫，你用问水剑应对我的渔歌3剑，堪称完美。这是我在未央宫前用过的变招。那一战之后，我也有所感悟。上！这是你自创的招式，相当大胆，但一次点燃这么多金元，换期间必有稍许延迟。所以我赌，你一定会抓住这个破绽。先生必胜！你赌对了，只可惜你我境界差距太大。我还是亮出命星了，就像太阳一样。陈长生就算有龙血之躯，终究不是秋山君那般真龙。但苟寒石的扶桑命星却是真的。扶桑，密剑，金乌降世，万物成灰。失传1000年的金乌秘剑，它是金乌血脉。苟寒石可是在我骊山的培养下觉醒了最顶级的血脉，陈长生之流拿什么和我们比？你有龙血之躯，对上寻常通幽境还有些许胜算，但在我的金乌面前，你必输无疑。陈长生，你放弃吧，至少还能体面些。我没资格放弃，也不想放弃。那一夜初见，我就知道，只有成为通幽，才可能赢你。
修行者以自身为地，命心为天。今生通幽，就是推开天地间的通幽之门，天地合一。所以，从成为座照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在一遍又一遍的尝试通幽。没人能在这么短时间通幽，但你总能让我意外，所以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。9日凌空。当你有什么后手，原来是想借我给你的压力，强行推开通幽之门。你太急了。通幽既是修炼心意，急于求成，只会败得更快。陈长生已经败了，为何还不判决？陈长生，够了！就算他不肯认输，我也要把他带出来。大人，他会死的。死，又或向死而生，取决于他的心能否开悟。这里是没写完功课就跑出来玩，为师让你抄写的修行教义，可还记得？大道3000，以书为镜，可以明道理，见本心，心意所达，即是顺心意。那么，你的心意是什么？是求活？是抗争，是同道，又或是羁绊。师兄，看来那个笨蛋是我。有些事我们决定不了，但有些事我们可以选。希望在那之后，你可以多读一些你喜欢的书。师兄，是我太心急了。所谓通幽，就是修炼幽符，而幽符即是心。一路以来，我本就一直在修炼心意。选择求活改命，是我心意；选择反抗不公，是我心意；选择向死而生，亦是我心意。一路以来，我做的都是我喜欢做的事。我从未愧对过我的心意。快看，陈长生又站起来了，他还能打。他在干嘛啊？不对，
吗？心已到了，何须推门？直接通幽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竟能一眼通幽，这孩子修的顺心意本就直指通幽大道，而他的无垢之体能让他吸收的星辉穿透血肉，直抵幽府，锤炼出通幽的心脏。所以这孩子早就已经踏上通幽之路。这种修炼方式闻所未闻。10年修心，100日修行，厚积薄发，一眼通幽。一如当年的王之策，也是这般一夜悟道，进而成为一代强者。师父。师弟通幽了，这就是通幽，直接连通明星，获得的星辉比族长经多出10倍，竟成100倍。他的一招一式都能看清了。我记得那年冬天很冷，母亲清晨煮粥，冻凝后切成2块，我和她一人1块，如此寒窗10载，寒食又是几载。贫寒真是人世间最可怕的事，所以我一直在坚持，一直在苦读修行。我告诉自己，要想保护重要之人，就不能输。
还没结束。你我很像，都有各自的执着，那就看看你与我谁的信念更强大。他的气息在急速攀升，是失传1000年的道门禁术仙人渡。一眼通幽，纵然读遍3000道藏，也没有这样的事。能窃取天地伟力，强行激发潜能的道术，我也闻所未闻。只有这样，我们能打个痛快，奉陪到底。还有一剑，我也还有一剑。先生参加大朝市，当然要拿首榜首名呀。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。来不及了。往后在神都，我就是你兄弟。虽然我们只有一件废园，但也许你会喜欢的。那里和山野一样自由。最是人性，剑出无归，国教真剑，天地一否，人间如舟，一块分之。输了。燃星与洞州。正统21年大朝市首榜首名是陈长生和他的国教学院。好哎，先生赢了，有你的，这是首榜首名。耶！我就知道先生一定能做到的，先生真是太厉害了。恭喜！最后那剑，你有机会。哼，我这一剑是用来切龙舟的。龙舟是我母亲熬的，她在等我回家，所以我必须活着。抱歉，这对你不公平。
你呢？难道真不怕死啊？我没有退路，所以哪怕穿着鞋，也始终还是个打赤脚的小子。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可鞋，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，本来就很奢侈啊。先生，师兄，我有些饿了。早上剩了些白粥，怕是冷吧？冷粥尤佳。居然亲自主持仪式啊！看来教宗大人相当器重这位小陈院长啊！是这般待遇，当真前所未有。孩子，你若不肯低头，谁能为你戴上桂冠？我一直觉得这桂冠设计的不好看，不过戴在你头上倒是很精神。恭贺陈院长，恭贺国教学院。师父，师兄，长生做到了，逆天改命的答案就在前方。正统21年的夏至，那个从山里来的小道士和那间破败的国教学院，在大潮市上奇迹般的横扫整个中土大陆的天才，赢得首榜首名。小道士只用3个月就成了大周朝的骄傲，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性。国教学院当大清了！小陈院长，今天还招生吗？堂哥自可以婚配。那轩辕公子呢？走，咱们上前面看看去。慢点儿。陈院长，原来陈芒手喜欢吃香花呀！小道士离改命只差最后一步。干杯！我原以为那孩子在大潮市上会止步前16，没想到他真的成了大潮市首榜首名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你和梅里莎向来安静，却在这孩子入神都后连续表态。陈长生是我的师侄，季道人，原来如此。但那又如何？不要忘了，当年我们决意杀他的原因是什么？当年你以为师兄就是黑袍，但后来事实证明我们杀错了。即便他不是黑袍，难道就不该死？无论如何，上一辈的事情与下一代没有关系。况且那孩子不知往事，
更是无辜。也罢，10年将至，周元开启，这才是我大周眼前最紧要的事。教宗大人，免礼。凌烟阁中供奉着我大周24圣贤，他们助大周开国称霸，抗击魔族，每位都有通天彻地之能。作为大朝士首榜首名，你可入阁拜见，求取一门先贤传承，切记不可贪多。弟子谨遵教诲。师父师兄，我终于来到这里了。大朝士首榜首名陈长生，阁中24传承，你可选其一。道藏记载，白金榜排名第12的白日焰火，没有他的认可，就算巨星境也无法进入阁中。你们说，先生会选哪个传承？肯定选有国公啊！纵横沙场万人敌，史上杀力第一。哎，太马虎了，还是安国公帅气，一枪杀到魔族雪老城，还在城墙上刻字留名。那些传承都是极好的。诸般传承虽好，但你师弟只想取其一。史书记载，赤策先生与我相似，入神都时尚未修行。他16岁入天道院，日日与书为伴，40岁一夜悟道，直达巅峰。师父说，逆天改命之法就在此处。只是，晚辈陈长生为求改命之法而来，赤策先生得罪了。果然，如师父所说，画像后才是真正的传承。17套连环锁，传闻这是知策先生发明的游戏，对锻炼算力极有好处，真是一位妙人。啊，一本笔记和一块石头。知策先生的画像空间，不但破我童宫阵法，还让朱砂甘愿献出龙族精血，是个有趣的小家伙。龙族精血，原来黑龙前辈叫朱砂。晚辈陈长生，拜见王知策先生。若想改命，首先得理解何为命运。他竟知晓我来意，
初代教宗曾说，既然修行者与命星有联系，二者间必然有根线，那根线就是命运。然而那根线无法被观测和触碰，那么要怎样才能改变它？神与星是点，命运是线。理论上，只有改变点的位置，才能改命。对，也不对。人生在世，谁能没个父母亲朋、恩怨仇敌？所以命运的线，从来都不是独立的，而是交织成网，而网从不为谁而变。那我们能改变的，究竟是何？位置是相对的。正常情况下，命运之线不可波动，除非付出代价。代价？大周开国以来，有3个人改命成功过。第一位是太祖皇帝，他从道门求得改命秘术，向星空献祭挚爱亲朋，改命星为地星，一统乱世，仅于一子延续血脉。第二位，太宗皇帝，他向星空献祭圣贤良将，令我统帅人族与妖族联军，将当时雄霸大陆的魔族击退到酷寒北境。第3位是当今的统治者圣后娘娘，她向星空献祭自己刚出生的孩子，换取千古第一女帝的不世之功。他们都献祭了与自身关系最紧密的星辰，献祭最亲近的人，通过牺牲他人的命运，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这不是我想要的。你命不久矣。我想活，也一直在求活，但这种活法不是我心意。那你就只能试试另一种方法，修炼到神隐境。神隐？所谓神隐，即是超然一切规则束缚，隐于天地之外。唯有如此，才能以一己之力撬动命星。可我没有时间了。师父说你一早便知道答案，为何会让我来此？修行与我有什么意义？多谢前辈指点。少年，我说的只是前人的路，未必是你的路。记住，位置是相对的，没有命运，只有选择。季道人，我这么做，也算是还你人情了吧？没有命运，只有选择。可前辈，您说的2条路，我都做不到。我不知道自己还能选什么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先生选了什么传承？神枪2天，还是玉林神府啊？无论先生选了什么，都必定是极好的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们之间有些误会。今晚我在府里设宴，来吃饭。家宴，见咱家小臣考了首榜首名，
就想舔着脸认女去了？师叔，希望我已与人有约。至于婚书，我会亲手还给徐姑娘的。好啊，蓉儿去过周原后就会回神都，见过她后，若你还愿退还婚书，我反倒会高看你一眼。你之前说要拿首榜首名，是有必须的理由。凌烟阁之行可有成功？成，也未成。此话怎讲？我找到了一直以来想要的答案，却发现毫无意义。我在书阁研习时，也常遇到此时此刻的不解之题，在彼时彼刻却突然有了答案。我们接下来要去天书岭，那里有世间一切大道，而星空下第一强者周毒夫的秘境周原也即将开放。也许这两处会有你的答案。我听唐36说过，人族和魔族在为争夺周原钥匙大战，有结果了。秋山师兄没来参加大潮市，正是因为去前线参加争夺周原钥匙的战斗。周原每10年现世一次，每次开启都是腥风血雨。谁能得到周毒夫的传承，谁就能彻底打破人魔战争的平衡。所幸师兄他不负众望，夺得周原钥匙，但也身受重伤，不得不回骊山休养。秋山君大义，值得钦佩。此次周原将在1个月后开启。陈兄，何不一同看过天书，探过周原，再下结论不迟？此次周原开坛选在大周汉丘城，也太远了，少说也得1个月脚程。说起开坛，咱准圣女的未婚夫那位小陈院长也会代表国教前去。上回可是为他拒绝了秋山师兄的婚约。他2人若是在周原相聚，想必又是一段千古佳话。参见准圣女，愿圣光与您同在。未央宫那夜，只是一个巧合罢了。他若不是作为，便是君子之人。大道漫漫，与之相伴会很无趣。你向来喜欢他，他究竟哪里好？我不喜纷扰，此事不必再提。与其聊这个，还不如去打麻将。天书岭，开灵。这是守灵人的机械，这身影，难道是从圣境下无敌手的开国第一神将汉卿？都说天书碑中大道无数，若能解碑，胜过10年苦修。咱们走，晚一刻看碑，说不定便要步步落后啊！都说这天书碑中囊括无数学门，包罗万象，若能参悟1/1000，破境升级，可谓日进千里啊！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观碑了。位置是相对的，所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就会牺牲他人的命运。这就是逆天改命。这山，这门，啊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。咱们得快点，不然可就掉队了。好浓郁的星辉，这天书灵不愧是修行圣地。
样的逆天改命之法不顺我心，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，又该做什么。究竟是完整的人生重要，还是完整的生命更重要？诸位，既已入陵，外界种种便是前尘。我乃天书碑事，是为陵中管理者。陵中万事以天书为尊，群山之间，乾陵碑群自上而下，共有18座。万千大道所修道法不同，天书考验自然不同。唯有解开第一碑，才能传至下一碑。若能解尽18碑，便可直达神道，登陵顶，参悟寰宇大道。寰宇大道，就是那个无数天才苦寻一生都未果的终极大道。这次定要去神道上看看。哇，这还真是神清气爽啊，丝毫不输我们万里妖域的风光。那当然，抛开天书不谈，这天书林的风景可是神都名胜。360周天星口之术，必有解背之法，太阴荧惑魁流。错了，全都错了。先生，这边来了。到天陵了，快快快！马上就能见到天书碑了。还真是难得一见。这风景。乾陵已至，赵情碑就在附近，诸位需自行寻找官碑。走，官碑去。走。先生，可是有什么心事？有些事还没想得太清楚。哎呀，既然不清楚，那就别想了。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咱也看碑去。可不能让骊山那几人有破碑炫耀的机会。走。去解吧。谢谢。哦，总算找到赵群碑了。有了，我有解碑思路了。规矩忘了。大人，我已经身无分文了，你让我解了再。穷鬼一个，还想解碑？天书碑人人可观，你凭什么欺负人？凭什么？凭我是前辈，凭这里的规矩。老子解了4座碑，就是比你们这些1座碑都没有解的废物尊贵。这人是偷幽上计。一个通幽，3个坐抄，也敢出头？这届新人果然有趣，哥几个就好好陪你们玩玩。他们竟都是通幽剑。不客气。看来你们还真是不懂规矩。这入陵的第一课，前辈我可得好好教教你们呀！
前辈，天书碑是知识，当为人所用，不是划分贵贱的工具。说得好，可太祖皇帝的意见好像和你不一样啊。这陵中旧制可都是他筹划建立的，你不服，我送你去地下亲自和他说一说，好不好啊？一群废物！17块碑川，难道他就是传闻中那个关进17碑却又重新再解的疯癫前辈？不可对前辈无礼！他竟然来了，连几个新人都镇不住，还敢扰我关碑，给我滚出天书碑！大人，我知错了，别跟我出灵！我当你是前辈才给你几分薄面，你这个众叛亲离、不可一世的疯子！滚！那块牌子，他竟也是碑士。碑士，就是一群为了解开天书碑中的无穷大道而立下血誓，甘愿守灵一生的人。你是说？不错，一个人成了一块碑的仆人，永生永世侍奉碑册，除非生死道消。永生，永世。修行是为了更好的活着，他们却只为修行而活，真的值得吗？我想去走走，你们先看。先生，内树。草屋，对天书碑敬畏很正常，但你什么都不做，是在浪费生命。我有些事想不明白，活着是最重要的事吗？清醒的活着或者死去才是。所以你来找我，是认为我能治好你的病？只要清醒就行，我不想浑浑噩噩。像条狗一样的活着，我不能保证什么，但会努力想办法。谢谢。先生，哟，狼崽子也在呢。你们不是在关碑吗？这不是怕你一个人无聊吗？再说了，我这么天才，随随便便就超过他吗？你间草屋，是你，卑鄙的家伙！你们怕不是跟踪我们？怎么哪儿都能遇见？你们才是阴魂不散！这是我们先找到的。打扰了，韩师兄，附近只有这一间草屋，打扫打扫应该能住。是得打扫打扫，我们一起吧。啊！叔叔啊，凉拌青叶菜，这个时节吃，对身体有好处。没错，这一定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青菜。啊！
前辈，这味道，竟与当年别无二般。知道您厉害，但前辈也没必要如此欺负人吧？这是我家，住了37年的家。倒是你们37年前，难道您是毛院长常说的那个人？37年前的首榜首领，与天梁王破齐名的天道院第一天才，踏雪寻梅。看在这盘清炒的份上，我奉劝你们一句：这天书陵可是天才的坟场。天才的坟场啊，这是何意？要想知道，自己悟去。前辈，林中鲜有落脚之处，不知我等一行人，可否借您草屋住几天4菜1汤不重样，以后多搞些新鲜样式。多谢前辈收留。一箪食，一瓢饮，一席定，一山蓝绿不知寒暑，满袖风尘，不辨晨昏。这秀水名山下的天书岭，究竟是何真实模样？有些事情我尚未得解，官卑之事想先缓缓。啊，这天下竟还有比领悟天书更重要的东西？你应是有着自己的打算。既如此，那我们先去官卑。里外都收拾得差不多了，不知他们官卑可还顺利？五脏之气传送汇聚于一，可见大道。啊！这莫非是失传已久的通明剑经？对修道者来说，天书杯就像壶美酒，越喝越醉。越醉，却越想喝，而究竟多少为宜？是长醉不愿醒，还是浅尝辄止？亦是天书对每个人的考验。但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天书杯在世，也只是书，不该是金科玉律。他就是这届大朝市的榜首，这是在观光。众人观杯，他观众人。这是不好。看到剑境全貌了！先生，他心智不稳，必须要尽快止血。悟了，小爷我悟了！来得好，瞧瞧小爷我新悟的！这一剑，所有的剑都是我的。难我解杯者，死！清醒一点！
闻，他被天书迷了心智。这天书竟会使人失魂？不，是他被自己的欲念所绊。控制住他，我来行阵。我刚刚好像做了个梦。你方才见到了什么？道，很多剑道。见你个大头鬼！人皆有欲，有欲故有求。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。当知识被异化为膜拜对象，术不为术，人不愿为人。这天书林不过是神圣外表下一处腐朽不堪的坟墓。这些莘莘学子，或有自觉，或有迷惑。吃上这药丸，也许会有助于避免执迷之心吧。我不了！来，尝这个。来，这。晚辈不才，酿了些梅花酒，请前辈尝尝。还不赖，你还懂酿酒？六元斋笔记里提过，就试了试。晚辈有些疑惑，不知前辈可否解惑？天书林势力层层阶级，按知识多少划分高低贵贱，前辈以为是对是错？不经天择，优胜劣汰，悟得天书之事更多者，自是受人敬仰，又有何错？可知识是启发智慧的钥匙，在晚辈一无所有时，是知识照亮了我黑暗的人生。知识不该是奴役人的枷锁。这和官卑何干？晚辈不想官卑，晚辈的修行之路一直讲个顺心意。可大朝市之后，我的心意便不顺了。这与我何干？晚辈想请教您，为何愿在此地空守37年？因为破了18碑，我能见寰宇大道。如果天书碑无解呢？这18碑根本无解。我从不做假设。不久后，我才从寻梅前辈的笔记中知道，原来他一直尝试回忆过去，却发现这段岁月实在太过漫长，很多东西变得模糊。唯一不变的是无数日夜，他只想去到那里，只可惜，却始终去不得。
黑夜看书伤眼。前辈以后还是把这油灯拿上吧。听说你是本届大朝市第一。前辈曾经也是。我？哼，有个比我更厉害的人，只是他没有参加那一年的大朝市。他也曾在昏暗中递给了我一盏灯。你可听说过天凉王破？黑夜看书伤眼。我与王兄于大雪中相遇，此后我们既是朋友，又是对手。但他天赋卓越，远胜于我。数年切磋，我总不如他。拿。直到那一年，我与王兄一同入陵。王兄，既入陵，不如比比谁先关进乾陵18碑，登神道，得见寰宇大道。好。终于，我们抵达了第18碑。那一年的夏天，下了好大一场暴雨。然后呢？然后，不是说好了共建寰宇大道，为何要离开？这18碑根本无解。它只是断了，并不代表无解。我们可以再。我不想在此处浪费时间，不要再劝我。可你若愿留，便自己留下。我们还没有见大道，我还未曾赢过你。你要赢的，从来都不是我。你为什么而活？那之后我便再未见过他，只听新来的人会聊起他，说他已声名显赫。听说王破连破魔族，势无可挡。听说王破力挫强敌，进了点金榜。王破现在可是逍遥榜第1，而我却……听说了吗？那个大仇市第1始终不愿意出陵，都要成个废人了。太可惜了。但那又怎样？我必须继续观碑。只要我能破解这18碑，登顶神道，这轮就是我赢了他，我也便能出去见他了。
若有想见之人，便见之。前辈，无关任何。可我不想以弱者之姿。只有破解这18倍，才能让我比他更强，我就可以。变强的方式有很多，天下之大远非此处能比拟，何苦囿于其中？胡说！天书灵外又有什么可以比这包含无上妙义的天书碑更能帮我们修行？有很多，战斗、风雪、天地自身，还有贫穷寒苦。更重要的是，天书岭外有生死。你为什么而活？但这是37年了。那一夜，寻梅站了很久很久，神都则迎来了一位故人。20年前，我曾请你劝他出来，你没有来。那今日为何来此啊？总觉得今夜会见到他。王兄今日连过3杯，登顶指日可待。那就承梅兄吉言了。来，干！今日买此梅花酿，待我们看到寰宇大道，开此酒庆祝。好。18倍而闯神道，谁给你的胆子？你又是谁？能拦住我？大逆不道之徒，给我拿下！起阵，复魂！自不量力。前辈，你想做什么？余县者死！怎么回事？哎，竟然有人闯神道！100年来，从没有人为过18杯而闯神道，他一定会死。那可是第一神将汉卿。当年王魄在离开前也来过，他在此站了1夜，最终并没有向前踏出一步。他明白，向前便是死。你既以他为目标，就该表现出跟他一样的智慧。不错，看来在这件事上，他不如我。哪里不如？他不如我笨。前辈，为什么？谢谢你们，你们让我醒了过来，让我明白，我37年修道生涯的阴影，早已不再是他，
而是这天书灵。解不开18杯又如何？如今我的顺心意，便是要亲眼看看那神道之后的大道，不论生死。若能赢我，你的确可以去看。但你还不够。寻梅，今夜你既能破除心障，未来或可问鼎丛生。退去吧，莫要一意孤行，不入歧路。不，我的心障就在眼前，只是看到，却并未破去。至于歧路，未必不是正途。皆赞我为英杰，但始终能激励我的，其实一直是他。37年，他其实是在为我官杯，为我们许下的诺言官杯。王兄，你怎么老了？梅兄，你又何尝不是的？你这口破刀还是这么带劲儿，你这把梅剑还是那么倔强。这些年让你失望了。何来失望？今夜一战，你化心为血。若论境界，你已胜我。所以，我终于赢了你一次。那一天，满城红梅绽放。2个人谈天说地，聊了好久好久。可我终究没能见到大道。待将来，我带你去。到最后了，你还要气我？那我该说什么？你最想对我说什么？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在认识寻梅前辈之前，
我从未想过，人生可以如此绚烂的绽放，竟是刹那芳华，便已足够我们铭记此生。原来，人生可以短暂而精彩，人生也可以为失败而活。人生海海，恍然间37年耳。为大道死，寻梅不悔。这时我才明白，曾经困扰我、阻碍我的一切，都已经无关紧要。先生，你去干嘛？关背。关杯半载，披星戴月。我和王兄总算来到第18杯前，却不料最后一杯，竟是座被人砍断的残碑。王兄认为此事不可为，离开了。我沉溺在天书林中，一心想解开第18杯，赢他一回。我在重复解杯时发现，每多用一种方法解杯，就能多获得一份大道感悟，而不同杯的感悟有时是相通的。这证明天书杯之间必然存在联系和规律，只要不断重复解杯，终有一天能破解天书奥秘，从而倒推出第18杯。可不知为何，每到临门一脚时，总是差了一点。就是这一点，成了37年无法跨越的深渊。我的路断了，浑浑噩噩，麻木度日，直到被几位少年一语惊醒。现在梦醒了，总要做些事情。我想去看看，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。那不是今年的大潮市榜首陈长生吗？有天书悟道这么要紧的事，他居然还浪费时间。是啊，有生命可以浪费，是多么美好。若灵20日，未解一座碑，也不知这陈长生在想什么。朕倒是觉得他有点意思。先生，你去干嘛？关背。他怎么来了？据周元开启不足3日，只有他一杯未解，不会是想破罐子破摔吧？是他。如果只取碑上线条原始形意，顺着其走势去解碑，应该也能。荒谬！世人皆知，破解天书唯有3种正宗解法：取其形而炼真元，取其意而动神识，或取其势而拟剑招。我并未否认圣贤的解法，只是天书碑前没有一定之法，一定之规。归元小书记载，曾有樵夫目不识丁，却用原始的线条解开天书碑。可见一座碑，不同人看有不同解法。光靠嘴有什么用？有本事就1个时辰内解开此碑。解碑当有万般法，但我认为要点不是解，而是读懂碑上的信息。一江烟水照青蓝，两岸人家皆画烟。但何从一段秋光，卷香风10里珠帘。寻梅前辈也注意到了这点，所以笔记上说，只有不断解碑，才能从中探索出规律，真正读懂天书碑。
若以此规律，只要用100种、1000种，乃至万种方法破碑，3000道藏便能不断壮阔。陈长生破碑了！这是一具尸，这怎么可能？那不是陈帮手吗？他开始解碑了。总觉得破的有些太过简单，可时间紧迫，只能先走先看了。陛下，天书灵来报，陈长生已过第1碑。哎，这就写完了。速速报与教宗和主教大人，陈长生已解第2碑。陈长生已过第4碑。陈长生已解第6碑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苏炳，陈长生连解7碑，已至引江碑前。不对，又更新了。陈长生已解开第8碑，行至第9碑前。来，今年特例啊！特为我大周天才、大朝氏榜首陈长生增设压盘，看看这陈榜首究竟能破多少碑！来，买定离手啊！我压12碑、13碑，麻烦让让，我压18碑。我家老太爷说了，我们唐家无条件相信陈榜首。有品的。说什么？陈长生连解17碑。陈长生已到第18碑前。陈长生到18碑了，他居然1日就赶上了寻梅的进度，真是不可思议。14年不修行，只读书，一眼通幽；20日不解碑，只静坐，一日看尽。如此的观碑速度，倒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周独夫啊。可惜，当年周独夫带走了第18碑和所有后灵碑，否则他还真有可能重现当年的盛绩。18碑断，非人力可补，他若放弃，倒也明智。寻梅前辈，托您的福，我又和您站在了一处。破解群碑果然不易，可世间困局必有解。无论断碑如何难解，您为走完的路，为探尽的道，晚辈想替您一试。陛下，奇事啊！陈榜首竟重回赵廷碑前，从头解碑去了。什么？他难道想走寻梅的路？不可能吧！一种解法已经很难，他还能有多种解法？那依陛下和教宗大人看，陈长生能否解开周独夫留下的断碑？修道修的是心，他年纪轻轻却太过沉稳，一身令人不喜的文士之风，远不如周独夫当年灿烂如朝阳，气势狂飙，喝天骂地也要探个究竟。他来到神都后，已带来太多惊奇，再多一桩，未必完全没有可能。可他这样做，只是重蹈寻梅的覆辙而已。重蹈覆辙，还是比肩周独夫？拭目以待吧。可解碑越多，获得的大道感悟也越多，不断累积膨胀，反而成为负担，影响解读天书，甚至损伤尸骸。他怎么突然停下了？应当到极限了吧？要想破局，唯有先将所有天书感悟提炼压缩，从中找出规律，然后不断重复这个步骤，直至极致。您练习。再拧练习。不够，再紧接点。连接数次17座碑，
身势强夺，果然还是有些守不住。大道至简，万道归一。提炼到极致的碑文，变成了光点，就像是星星。进化后的天书碑，难道是星空？观星台记载，数千年间星辰的位置从未改变，只有明暗会有细微变化。可这些光点的位置对不上。记住，位置是相对的，没有命运，只有选择。位置，如果位置是相对的，那么改变观测的位置，星辰就会因为远近变化而产生明暗变化。原来如此，居然是这样。那些看似亘古不变的星辰，其实一直在运动。把所有天书碑连起来，就是一幅对应星空的星图。天书碑在共鸣，有人破了18碑。这太神奇了！哇，铁先生，他破解了那断碑。娘，快看！他竟还真做到了如此地步。遥想当年王之策一夜悟道破境，引得无数星光，整个神都都宛若白昼。没想到阔别千年，这孩子的星海坠落之景竟更胜一筹。好浓郁的星辉！陈榜首竟能激发所有天书碑共鸣，引得星海坠入人间。快！此乃突破境界的大机缘。数百年来，多少天才止步于此，你是唯一一个破碑者。那位寻梅，算是半个。
您错了，前辈。正因为有前人开拓，后人才能前行。灵鼎大道近在咫尺，速速前往吧。天书是无上至宝，但知识学问当为人所用，而不是高高在上，更不应该成为求知者的囚笼。这就是据18辈道陨而生，蕴含万千道法与无极奥秘的大道机缘。佛教学院陈长生登顶神道，蒙赐大道机缘。是寰宇大道，他竟真能悟出。传闻若是能领会其中万分，都能胜过10年苦修。当真是英雄出少年呐！这孩子的确不错，朕倒是想瞧他了。但是，真正的大道不该握于一人之手。坤顿实在，今日终得破境。如此机缘，谢陈榜首大恩，谢陈榜首大恩。他的顺心而为，却度众人通幽，他也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通幽上境。又是一个野花盛开的时代。许梅前辈，灵鼎的风景确实很美。今夜星光灿烂。粥煮好了，过完杯记得吃。鲜腌的咸菜在后屋坛子里。哎呀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还是第一次见到星河落入人间，把黑夜照得和白昼一样。还有那满城梅花，堪称传世绝景。只可惜，你小子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走，太不够意思了。你们不是去观碑了吗？甜菜广告，人影没了。亏我还在路上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周园开放7日，加上往返路程，最多半个月而已。那的确不久啊。很久，要有半个月见不着先生了。没事了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读书修炼可不准懈怠。放心，我们一定好好修炼，争取都到通幽上境。下次周园，咱们一块儿去。呆子，周园10年一开，等到那时候，小爷我都巨星了。哼，院长行，你
选。你过来，咱们比划比划。陈院长，站住！教宗大人有请。教宗大人召我。学生陈长生，拜见教宗大人。你可知周元意味着什么？周元是周毒夫的小世界，周毒夫被誉为星空之下第一强者。传闻他的传承足以改变人魔战争的格局，因此我族与魔族争夺100年，死伤无数。正因周元传承如此重要，我很在意。若被你得到，你会作何选择？你的剑鞘名为藏锋，是我国教镇教之宝，是能收纳世间万物的空间法器。镇教之宝？难道师父曾是国教之中非常重要的人物？重要二字，可不足以形容他。应该称他为国教史上最大的污点，大周王朝的叛国者。原来师父就是现任国教学院院长上行舟。所以我安排你进国教学院，准备了重重考验，想看你的选择。现在看来，你的优秀超乎想象，我甚至觉得商教不出你这样的弟子。上一代的恩怨是上一代的事，国教的未来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。太低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再需要向任何人低头，因为你是国教学院的院长，也是国教的未来。那一日，小道士成为教宗之下万人之上的诏书，传遍大陆诸国。不知道那家伙活下来没？哼，想他做甚？折腾半天，才解开了一节锁链。嗯。前辈，上次醒来我就回到国教学院了，后来我来这儿发现井口被填了，晚辈知道错了。慢点吃，等我从周原回来再给你带。你还回去？这个白痴是想撑死我吗？谁？宁可舍了真龙之血，也要帮陈长生。你想做的事情，以为能瞒得过谁去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等他破阵，至少200人。帮我弄清他是谁，为什么祭道人收养他，10年，放你自由。你怎么肯定他会信任我？因为他是个好孩子，而你救过他的命。事都办完了，明日可以动身了。有人。你是前辈？别大惊小怪，这叫离魂之法。我分出一道龙魂，和你一起去周原。前辈和我一起去？你要死了，谁给我破阵啊？哎，好困了，见你的事还睡一觉。前辈，前辈。宴饮琴销路，你远行。师父，师兄，来神都半年之久，我正式踏上修行之路。
已结识了几位好友。若此行改命顺利，定要带他们回来见见你们。长生一切顺利，5年。哲秀，此去周远，唐36重金聘请我做你的保镖。原来你就是唐36送的大礼。不，这才是。这是有兴趣试一下吗？此宝名为黄纸伞，乃第一剑神骊山苏黎设计。汶水唐家消耗无数天才地宝，费时30年制作。迅风符为引，对泽真化力。此伞竟融入了周天循环的法门。据说此伞必会入100骑榜，要不，咱们来过过招。不赖嘛！这招如何？果然坚固。下面这一击，我要用全力了。此等防御，铜镜无双。不止如此，唐老太爷还说，此伞龙骨内有一道剑气，以此剑气为引，也许能寻得传说中的剑石。相传周毒夫一生中夺得无数绝世名剑，皆藏于周原，但是至今为止，从未有人在周原发现一把剑，更别说是剑石。既然如此珍贵，那位设计黄纸伞的剑神苏黎，为何没带走他？据说苏黎是千古第一剑道天才，但为打造这伞负债累累。可他最终没能还上钱，于是这伞就收归我唐家了。堂剑神也敌不过贫穷啊！那必须的，这世上没人敢欠我唐家的钱。切！北京这破地方还是这么冷，好想喝口酒啊！借诸位脑袋换个酒钱。前方就是周原开元之地汉丘城，祝二位试炼大捷。这是祈愿术。那时的他们并不知道，有些命运的相逢是不讲道理的。望众人善心所愿，愿世间美好之盼皆能如愿。抱歉，没事。周原要开启了。周原剑，见周原。主教大人来了。吉时已到，各宗门弟子速速集合。
陈兄，韩师兄，这是我师弟梁笑笑，还请小陈院长多多关照，互相关照才是。开启周元。万象法门，任务如斯，执周之命，道无之光。周元重游，起！出现了，周元的入口。据说内部空间比教宗大人的青叶世界还大。还未进入，就能感受到如此浓郁的真气，其中一定有许多天地珍宝。更重要的是，有星空之下第一修行者周毒夫的隐世传承。万一能够有幸求得，可是天大的机缘。众弟子需谨记，周元开启7日后关闭，在此之前，可凭借你们手中的灰线引撤离周元，否则将会被时空乱流侵蚀。去吧。开了！走！怎么了？没事，我们也进去吧。业务入瓮了。师傅，那群蠢货不会想到，周元还有其他入元之法。我将用魂木开启周元，而你将为我杀光人族天才，带回周毒夫的传承。吾等定不辱使命。都说周元内藏无数灵草异宝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一只成年妖鹫就可杀死一名坐照境的修行者，这里居然有这么多！王之伞有感应。这是在感应剑齿，感应不到。看来我们距离剑石还很远，还得往周元更深处去探索。
咒元开启只有7日，希望时间够用。后方有人，可纪伟不对，是魔族。咒元唯一的钥匙在人族手中，魔族怎会在这儿？难道也是为了周毒妇的传承？那我们更要抓紧，必须在魔族之前找到。要是魔族突袭，其他人恐怕是求援信号。师妹，师兄，寡不敌众，你别管我们，快点让灰仙引出去！不行，我绝不会丢下你们逃走。这次多谢你们。魔族入侵，你们有伤势极重，不建议再留院中，快用灰仙引离开吧。这灰仙也失效了？怎么可能？灰仙引可是唯一的出援之法。我们要被困死在咒怨里了。看来魔族此次蓄谋已久，应是他们阻断了传送通道。别急，气血不稳只会加重伤势。据道藏记载，小世界都有独特运行的法门规则，虽然通道被毁，但7日轮回是咒怨最强法则。只要挺过7天，通幽之门必定重现，到时我们便能脱困。而眼下最要紧的是将分散的众人团结起来，共抗魔族，这样才不会被逐一击破。我能两善，折寿随我继续深入，救援和通知各路同袍，火速向人族集合点靠拢。别忘了，我们的目的是剑师，没有人要剑何用？那你救人，我保护你。这是圣光树，看来有人比你先救下他。用圣光树止血生机，辅以无垢沉凝神，可见施术者实力不凡。但这样只能治外伤，不能医内伤。我刚帮你疏通经脉，内伤虽除，但仍需休养。快去找其他人会合。多谢，我只是顺手，你该谢的是替你施术的人。你们快看，是7号13私和少女峰的人，我们有救了！寥寥数针，就能疏通伤者淤堵的经脉，再以云丹补气，
医术高明，但这只医内伤，对于外伤的疗效有限。太好了，有国教学院和圣女峰，我们一定能战胜魔族。不要落单，将他带到盼山林雨，我继续去了。圣光术虽好，却极费真元。师妹，千万记得量力而行。小村寨，我在纸上留白，花落就有花开，春风柔3月裙摆，落在某个小村寨，我在纸上留白，花落就有花开。月亮会是你吗？我山，你走我南，远的鸟不山，一马平川，一川淮山，我一帆，我进我心。师兄，我正在集结修士，在盼山林雨集合，组织反击。你若是看见期间射小他们，帮我正负一二。一定，我急着救人，下次再去。学师妹，我刚才遇见了。听说南边有很多伤者，我急着救人，下次再说。你们二人还真是让人无话可说。他向北，他向南。殿下，按您计划，此时我们原可消灭近80%人族，但却有2人在搅乱。好，让我猜猜，一个是徐有容，另一个是谁？本届大朝氏榜首陈长生。去把他杀了，我不感兴趣。我只要徐有容。是。多谢医师，告辞。沿路埋伏的魔兵已基本肃清，伤员也在陆续向集合地靠拢。眼下，终于能喘口气了。魔族的计划恐怕不止于此。无论魔族什么计划，我们人要护，传承也要夺。心里似有感应。难道剑池就在寒潭附近？这寒潭幽深古怪，里面恐怕会危险。我们必须要在魔族之前找到剑池。剑意感应，潭底似有一处通道。这个情形，倒是与北京那些老兵口中的话本有些相似。落入寒潭后，出水的第一个画面，往往是美女出浴。你想多了，下去就知道了。真有美女！哎呀，
向西域。人族这些年倒是天才辈出啊！他们手里有人质。小书生坚决盗藏守心，媚术当前还能岿然不动，而那个狼崽子眼里只有敌人，对我胃口。魔剑23、24，巨星中境的强者，巨星之下，通游之上，这是周元的至高规则。我不知道他们如何压制了境界，但再强，也只是通游上境。不用紧张，小朋友，你看，我们换人如何呀？魔族也讲同族之情，你们到底有什么阴谋？哼，不换那就下锅开炖。下一刀该砍哪儿呢？人质，我们换。魔族也要战。我不明白你们从哪里来的这份自信。就算被压制境界，巨星始终是巨星。如果加上我们呢？哼，既然决定要战，似乎也应该先换人吧。换。知道你们是演的。我不服！他这个蠢物也就罢了，我既没魔甲，血液是红的，你们凭什么看穿我？战落头颅不死，还能断肢重生，看来他们不是活人，而是某种灵体。手生灵体，是南柯双翼。你们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永远不要相信魔族，这是我们在边境战场上的第一课。更何况，你们做的这一切都太过刻意，刻意到让人觉得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圈套，或者一个游戏。魔族做到你们这个份上，还真是失败。现在好了，脑袋都让人砍，别浪费时间，杀光他们。今夜就是你们的死期。此番各宗伤亡惨重，魔族必定蓄谋已久。魔将，恭候圣女许久，我家殿下有请。殿下，魔君的子嗣也来了。凤凰这种癫物，历代都会为了救世自焚而亡，但我会让你在自焚之前死在我手中。你可以试试。徐有容，今日我便要将你尽收了结。孔雀凭借强大的血脉天赋，号令百鸟，被奉为百鸟之王。直到无数年前，天书降世，其神火落入人间，孕育出第一只凤凰。凤凰浴火而生，神光照耀寰宇，百鸟为之臣服，改尊凤凰为新王。孔雀天性孤高，不愿俯首，与凤凰缠斗千年，就此
成为宿敌。我带着孔雀血脉出生时，父皇很高兴，他视我为魔族的骄傲，为我取名南柯。直到那一年，他的血脉觉醒。父皇谢世了，快去禀告魔君！快走！有了比较，便有落差，于是骄傲变成了尴尬，甚至耻辱。从那一刻起，我的命运确定了：战胜你，或者杀死你。你就是徐有容。那些庸碌无知之辈，经常拿你与本殿下比较。不想今日见到，却是如此令人失望。哪里让你失望了？就你现在这好奇的模样，举止行为一点儿也不大气，个子也不高，真不知道人类究竟佩服你什么？真是孩子气，不知好歹！你凭什么与我齐名？我也没想与你齐名。我要亲手杀了他，任何人都不准插手。来吧，让我们公平一战，让我证明你的弱小，让整个大陆知道，我们之间谁飞得更高。父霜行玉。小心！魔将星域，他的能力似乎是操控空间颠倒变化，在他星域里战斗，我们会很被动。你们别死太快，多活动活动，肉质才铁干。你的对手好像是我呀，差点就伤到人家了，小帅哥。是秘书，走了。什么？我的媚术竟然无效？你的那一套对我可不管用。难道魔族不受月环重力的影响？不，他们只是足够了解空间变换规律，能提前做出预判。康秀，归阵，跳！散开，远离漂浮物。几个后生倒有些本事，可你们又能躲到几时？你的星域很强，但你毕竟压制了境界，强行释放星域也会被星域限制，所以你无法随意流动。你也配动我明格？死！好多冤魂，这口锅到底杀过多少人？这小子是个麻烦，必须先解决掉他。越聪明的脑子就越嫩乎，那就先来尝尝你的味道。这些冤灵无穷无尽，不能这样耗下去，必须解决那口锅。神教，自投罗网，我的锅内有万千阴煞，令死你绰绰有余。走。
给你加把火！这是罪可以杀的无色神火，炸了你这吃人的锅！婉儿，他的星域松动了，我的星域就是现在！区区通幽剑，居然能把我们逼到这一步！他们短时间内无法再有星域，还不动手！小心！有好戏看了！这就……姐姐，师兄，你为什么？叛徒！陪你们演的这出戏，可还好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当年你爹苏黎屠杀我梁王府满门的时候，有没有问过为什么？128个冤魂，就算是投靠魔族，此仇我也必报之！给我死！废话真多，一个瞎了，一个残了，最重要的是，史上最年轻的国教学院院长就要死了。若期间当真是苏黎之子，魔族定会不惜代价生擒，以此要挟苏黎。哲教，带期间走。陈长生，你陈留，4对4都吃力，你还想要以1敌4？杀他用不着那么多人，不能让七阶和狼崽子逃了。想跑？这场戏看的可还满意？庄大公子，我父亲是天道院的庄副院长，杀了我你也得死。我可以不杀你，但你要帮我一个忙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帮你？你是魔族的奸细。因为你和他们不同，你是个躲在树林里的胆小鬼，是反抗我然后死，还是吃下这个然后活？就这点本事吗？让你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。孔雀明王，那是你能承受得住这尊神吗？我魔族的千秋万代容不得你成长，乖乖成为我冥王的养料吧。就只有这点高度？
但还是比你高一点。很好，再来！真元所剩无几了。可恶，不能让他逃了！就算燃烧本源，也得杀了他！看来是甩不掉了。只剩最后一个防御法器。防御结界，你是吓傻了吗？居然把我们和你关在一起，真是可笑。小荣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想要同归于尽？若能杀死你，父王只会高兴地在我的墓碑上刻下几行长诗。我的真元所剩不多，再跑下去也是徒劳。哼，你还算有自知之明。所以，我打算换种方式。不知道500万两黄金，够不够压死你们？500万两黄金？疯了！他真的有这么多钱？这次也会被压爆的！快停手！那就试试，谁先被压？这是龙血之躯，肉身强度远是我们。长生，我要杀了你！这场无聊的竞争可以结束了。的确，可以结束了。你的剑上有毒。此次任务不容失败。杀天才，夺传承，逐苏黎，我为此局筹谋数百年，我要万无一失。可以死，但黑袍大人的任务不容有失，殿下更不能有失。涅槃重生，凤凰羽翼，怎么可能？
生在晨曦到来之前。